叫人。大哥，平江哥，刚刚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整齐点，以后都叫江哥。江哥，我这是重生了。江哥，这些是一点点选拔出来的，个个敢打敢拼，是好苗子，可重点培养。他们手底下也有不少兄弟，喊一嗓子弄来100-200号人不在话下。整合完这些，在学院路就彻底立棍，再往外校扩，弄点网吧、KTV 产业，做大做强，共创辉煌。秦江看着眼前这些好兄弟，终于回过神来。上一世他就是在这个学校崛起，靠着能打和一帮可靠小弟很快出名，但混社会终归难逃制裁，兄弟死的死，废的废。不行，前世老路绝不能再走。阿正，本名朱正，也是上辈子最早跟他打拼的人，更是团队内军师班人。江哥怎么了？秦江并未回答他的话，只是把目光看向左侧1.9米多的铁塔汉子49本名魏彪，秦江发小，上辈子的顶尖打手。江哥，卧虎村来电话，说要咱们出50人占场子，人要的挺急，加钱到1人200，是大活。不过点名让49必须到场，今晚就来车接，明天早上送回来。公饭要不要我这就安排？不去啊，江哥，加起来小1万块钱，这等肥活可不多啊。这次剧斗我们不去了。阿正，你直接给卧虎村回电话拒绝，加钱也不行。好。即便朱正并不清楚秦江为何做此决定，可既然秦江当大哥，就会无条件信任。此刻秦江看着几十号兄弟注视自己的热切眼神，那种无条件热血，让他想把刚刚决定下来的所有计划全部推翻。什么重回高中考大学，什么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什么安分守己不折腾，通通去他妈的！他秦江能一走了之，可上一世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办？看着他们再混下去，去班房唱铁窗泪，那自己重生意义何在？既然重活一世，那就带兄弟们共同颠覆人生，登堂入室。先回去吧。秦哥，我不是有意的，真不是有意的，我错了。你吃水果吗？他瞄个 DJ 的，你眼瞎啊？哎，没事。哼，还不快滚啊！下次走到再瞎的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行了，有能耐冲外面使，同学校没必要耍威风。校园里这么欺负同学，还染头发花花绿绿的，怎么能这样？陆瑶，你刚来实习不清楚情况，咱们这就是个大专，这些都是没什么前途，来这混日子。刚刚那个就是咱们学校大混子秦江，手底下呼啦好几十个小弟，都是小混混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你没必要计较，惹得一身骚。你在这随便混几个月就行了。此刻人群中，2个女老师目光复杂的看着这一切，直笑，好像比他想的更乱。江哥已经回绝卧虎村，对方态度不太好，估计下次不好弄。切，周边那么多村子，差他一个，屋里挂几个葫芦，他真拿自己当爷。秦江并没有在乎，无论他未来计划如何制定，起码给别人当打手不能再做。江哥，纹身师已经约好了，纹满背青龙贼溜，明天就可以去。秦江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上辈子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纹的身，满背青龙，后续又在左胳膊纹哪吒，右臂纹关二爷。我听说最近流行天眼，老霸气了，要不咱们都纹一个，绝对精神。好了，纹身先放，说说其他情况。江哥，今天正好都在，咱们是否确立个名号，起个帮名什么的？闻言，49阿涛等人眼睛都亮了起来。创建帮派对他们来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事，那代表真正走入正轨，以后出去说什么帮谁多威风，跟电影里古惑仔差不多。叫天眼帮如何？沙尘帮不错，怪物帮也行。一时间，10多个听起来就中二的名号被起出来。朱正在一旁拿着本子记录，十分重视且不断道：确定完帮名就可设立帮规，3刀6洞等等，之后就是占领地盘，先从网吧开始，等积蓄够力量，咱们就开始向 KTV、酒吧等大型场所出发，等规模再大，然后呢？然后再向外复制，在北区立足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在整个松江。立足整个松江。再然后呢？朱正有点语塞，他的计划也就到北区，连松江都没多想，何况再然后。我告诉你，再然后就是被抓、被判、妻离子散。啥？49等人都愣住了，未曾想自家江哥会这么说。江哥，是我的计划有问题吗？不能啊，我都是从电影里借鉴来的。按照这个发展，不出3年就能在学院路混出名堂。这里是内地，不是湘江，制度都不一样。按照未来大环境发展趋势，打击混江湖大势所趋。现在混江湖就是49年入国军，必死无疑，绝无生路。江哥，你是要退出了吗？此话一出，王涛等人也身躯微颤。在他们这些人里，秦江就是主心骨，大家能有现在威势，全靠秦江。何况最强战力49也是秦江最忠诚追随者。别多想，你们是我兄弟，昨天是，今天是，以后也是。只要你们不主动离开，就可以永远跟我混。江哥，我们永远跟着你。江哥是嫂子。秦江，我的卡怎么刷不出来钱？不是让你今早就往里打6000块钱吗？我都到手机店里了，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？听着电话那边传来趾高气昂的声音，秦江面色有点黑下来，他猜到了对方是谁。打你妈了个蛋！
柳如烟，从今以后你我无任何瓜葛，你别想再从我手里拿任何钱。还有之前给你打的钱全算借的，限期1个月内还钱，否则等传票吧。说完，不等柳如烟反应，直接挂断。朱正四、九阿涛等不可置信看着秦江，啥情况？自家江哥不是对柳如烟当做命根子，要啥给啥？今天什么情况？哼，都重生了，谁他妈还爱不爱的？现在别无他想，就一个字，搞钱。目前手底下的几十号兄弟铁胆大，敢想敢做，只要路线正确，反而是很不错班底，能让自己有更多选择。如今是2010年，未来10多年更是经济腾飞时代，互联网、金融、房产、短视频，哪个不能攀升巅峰？可惜要涉足这些领域，都需耗费大量钱财，我必须要好好规划前几桶金。等等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里很快就要拆迁。想到这里，秦江有些激动，但又很快冷静下来。拆迁固然能暴富，可前提你要先弄到被拆迁的地方。看来要想不错过这等财富，就要尽快挣到第1桶金才行。谁？猴子，你他娘是不是又逃课上网去了？兄弟们开会也不来。那个江哥，我刚刚回来路上见南边又打校架，好像是工程校跟生物校打起来了，人数呼啦啦好像有100多。听完，朱正等面色平静。这等打校架情况在学院路并不稀奇，学院路这里的学校基本都是刚刚建立，且基本都是大专职校类，大量扩招让学生良莠不齐，不但学生之间互相打架，有时学校间也打。机会来了，阿正49，跟我去看看。妈的，云老二你个废物！你不说你很能打吗？咋今天都让人开瓢了？就是，还以为你打架最猛呢，还不是干不过那帮生物校的。哼，你们行，不也让人家打得嗷嗷叫？等等，你哪个学校的？生物的，怎么了？草，老子工程校的，给我围起来！你们要做什么？此时，眼前这个打扮有些非主流的小太妹意识到不对劲，十分忐忑地问道。同时，后方也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松江职校老师，你们这些人要打群架吗？”听到是老师，此时很多学生站在原地有些不敢动。妈的，他又不是咱们学校老师，怕个鸡毛！给他拉开，就干生物校的。谁给你们胆子，敢不把职校老师当回事？接上句，社会大佬重生职校2010年代，决定带领好兄弟共同颠覆人生。在把兄弟们混社会的想法打消后，秦江想到了一处地方即将拆迁，可如何快速赚到第1桶金买下地皮成了难题。正在这时，手下淡人学院路正在交接事情，他想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，必须马上先去迎接。谁给你们胆子，敢不把职校老师当回事？叱咤风雲個人義闖，萬眾仰望。叱咤風雲戰神49，他就是那个腳穿49馬鞋，一人捉着20多人打，一戰封神的戰神49。还在众人惊讶之际，云老二这边已经认出了秦江，虽然并不属于同校，也不是跟秦江混，可人的名数的赢，秦江在整个学院路都有1号。江哥，哼，刚刚话谁说的？此时前面2个小混混面色微变，不约而同的看向云老二。我操！妈的，有你们这么当兄弟的吗？咋地？我把你们放兜里，你们把我踹沟里。江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。哼，你们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江哥。等云老二等人离开，秦江便把目光看向了眼前这个小太妹身上。他此次前来就为这个女生，因为在前世的今天发生了件大事，这个女生被一群混混围殴，最终失手导致重伤不治身亡，引起很大轰动。后来传出她的亲哥哥是这片地区的治安侦察队长。正所谓无利不起早，秦江这次前来自然是要搭上线。回学校吧，没事了。哎，等。此时秦江并没有理会，因为他只是要一个合理的出现在这里的结果就行。小太妹则是看着秦江的背影，已经满眼小星星。哇，酷毙了，好威风，好霸道啊！喂，你是道上的吗？我能跟你混吗？我能缴包费。网管，来个读卡器，5块。秦江拿着读卡器在手中看了又看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老大，你要下东西吗？我正好有个64G 内存卡。不下东西，那做什么？挣钱哦。阿正，咱们手里有多少钱？零总有个5万多，这些钱都是半年来兄弟们在宿舍开小零食简易仓积攒下来的。5万多不够，再让手底下兄弟们凑，最少也要8万。今天中午前凑齐。好，朱正郑重点头。即便不清楚秦江要做什么，可对秦江依旧无条件信任。49，你去订3张今天去杭城义乌的火车票。下午3点，松江火车站，秦江、朱正49已经准备登上前往杭州义乌的火车。什么？他们不用上课吗？嘿嘿，职校翘课不是基操吗？老板，读卡器多少钱？2块5一个，2大可以优惠，1000个以上能给你2块。我靠，2块！我记得这东西在网吧卖5块，据说成本起码在3块，利润不低啊。有便宜的吗？便宜？你要多便宜？5毛？5毛？切，你逗乐子来了吧？秦江没有在意，只是往前随便找了一个老板打听了起来。
老板，你知道有个三小子店铺在哪吗？就是卖小电子设备的。三小子，你说的是三电子吧？哦，对，就是三电子。看来上一世10几年前的记忆都有点模糊了。你往前一直走，第2个路口就是他家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了。老板，听说你手里有批读卡器？读卡器？你说的是便宜的，你懂的。我手里是有批便宜货，可量少不卖。20万个？多少？20万个。老板面色一正，瞬间化为笑脸。快进屋喝茶，媳妇把龙井拿出来。哎，不用了，咱们直奔主题，给个最低价吧。看你一次要20万个，我给你个实诚价，8毛一个，一共16万。4毛？我靠！4毛，你出邮费，这只是第一次合作。不瞒你说，我在西北有铺货渠道，这次要合作的好，不出1个月，我能再来进货，而且要的更多。兄弟，我这真不挣钱。4毛，就4毛。不是兄弟，你咋还死心眼呢？我操，敢埋汰我老大，你跟谁俩呢？10分钟后，老板妥协。他发现秦江看着年轻，可说话却是老江湖，根本拿捏不了。最终4毛不包运费达成交易。随即，秦江3人也坐上了返回松江的火车。老大，你打算卖读卡器？这个东西你们也看见，在松江零售价5块，他们进货价是3块，甚至在下边县城进货价3块5，而咱们这批货成本只有4毛，运输费忽略不计。也就是说，货运回去可以卖2块5，再不济2块也行。松江很大，下边县城也多，再不济还有其他城市县城，光咱们省各大网吧就能吃下这批货，到时起码能卖40万以上，一出一进4倍利润，而且渠道打通。哎，这是一次性买卖，松江家附近市场是能一下子吃这么多货，可也要消化一段时间。何况这行体量不大，利润却达数倍，你们认为会没人做？渠道不止咱们有，义乌也不算神秘。还有这么小的生意，我也看不上眼，就是准备过渡罢了。朱正了然，也明白过来，这次生意虽然利润大，但很快便会涌入很多人竞争，所以这次买卖要出其不意。回去后召集人手，等货源一到，就让弟兄们去各大县城，务必在2日内把东西全出手，速战速决。好。第2天，秦江回到了职校，并召集各个好兄弟来食堂吩咐读卡器的事情。这一幕也引得很多女生围观，毕竟2010年代的校园大哥谁能不爱？哇，好想当大嫂啊！谁有秦江号码，我要给他发彩照。不行，我要跟男朋友分手。他除了学习好考上重点大学以外一无是处。可以说，在此时的职校，就算钻石王老五都没秦江更有吸引力。用10年后的话说，3人兜里凑不出10块钱，但一个电话却能叫来10几个妹子，这就是时代的魅力。哼，小混混一个，也就能在学校里耍威风，毕业后到社会上他还算啥？最好结局也是去工厂打螺丝。哎，陆瑶，你去哪？秦江同学你好，我叫陆瑶，职校10届实习老师。上次的事谢谢你。秦江此时没有说话，只是上下打量陆瑶，因为上次并不是为了救他，只是他恰好在场而已。南吴市刚刚打掉由星星星领导的犯罪团伙，抓捕犯罪嫌疑人35人。我市郊区发生打群架事件，嫌疑人已全部逮捕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制裁。你什么意思？秦江，那个你可能小，不知道社会险恶，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大专也能升本科，再不济在学校里好好学一门手艺，以后也能有个一技之长，总比……女老师虽没说完，可话里意思明显，劝告秦江不要再继续混下去。秦江暗自无语，虽说这个陆瑶老师长得很漂亮，但这只会影响他挣第1桶金的速度。不行，我可没工夫跟他周旋，要一劳永逸才行。你在以什么身份为我规划未来？不会想追我吧？行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这样学校外有家7天便捷酒店。你。此刻秦江看着离开的陆瑶并没在意，反而是问起了小太妹的事情。白鹿最近什么情况？白鹿啊，江哥，你说的是那个小太妹，她最近基本天天在学校找你，也按照吩咐不驱赶，也不理会。不必理会就行了。江哥，货到了。接上社会大佬重生职校2010年代4毛竞价拿下20万个读卡器，计划2天售罄，赚取第1桶金。江哥吩咐2人一队前往各大县城，明日下午前出货，速战速决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！安排完这些后，秦江躺在宿舍中睡着了。这一觉他睡得很香，梦里他带着好兄弟们走上阵，登临巅峰。江哥，快醒醒，出货了！此时49将手中的包裹打开，几十捆密密麻麻的100元大钞呈现在眼前。朱正困难的平稳住心态说道：“江哥，派出去的兄弟绝大多数今早就回来了，光他们就带回来45万，再加上几个没回来的，也报信零零散散有4、5万多。这次读卡器我们将近卖出50万。”此话一出，朱正、王涛再度传起了俗气。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，从小100元大钞都没见过主子，现在这么多的现金出现在眼前，冲击力可想而知。但两世为人的秦江表现得很淡定，这让众兄弟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感觉自己当初选择跟随秦江无比正确。好了，
这些钱拿出5万用来奖励这次出去跑外的兄弟，其余兄弟也发点钱下去，告诉他们跟我秦江混不会亏待他们。是。看到兄弟们纷纷点头，秦江有些皱眉，怎么感觉刚刚这场景依旧跟混社会很相似？他喵的，习惯慢慢改，一步一步来吧，只要步骤对，其余没所谓。朱正，你去拿着我的资料跑一趟，注册个公司。注册公司。对，还有。把弟兄们身份证也收上来。公司按照股份制，我占70%，且享有话语权。你跟49各占5%，其余人按照混合制度，只占据股份分红。朱正听得面色疑惑，但还是拿着本子快速记录了下来，毕竟他对这个并不了解。江哥，注册公司可以，但为什么要给我们股份？全算江哥的就行。好了，按我说的做就行，自有我的道理。好的，江哥，那公司起什么名？黑龙。黑龙，朱正3人都不由得叫好，感觉这名字起的霸气，一听就很社会，比他们心里预期的还要霸气些。秦江却面色镇定，上一世他故意把名字起为白龙，就是给别人看的，结果什么用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叫黑龙又何妨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成立公司，还要学校扶持？你要怎么扶持？给你钱。我听说最近很多大学在搞扶持学生创业项目，已经有一些学校在实施。怎么，职校不打算与时俱进一下？听完，副校长有些诧异的看着秦江，他也刚刚收到消息，很多一线城市的大学学生自主创业，弄出很大名堂。但对于职大来说，无非走个形式，毕竟职大资金困难，根本不可能真正花钱扶持学生创业。我不知道你从哪得到的消息，但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职大并没有准备扶。如果我不要学校出1分钱呢？我只需要学校提供西侧那几个空房间当办公场所。副校长此时看着秦江，目光有所变化，他似乎有点看不懂秦江。未来公司发展起来，我承诺会给学校捐献一定钱款，就算给学校建立图书馆、教学楼也不是不行，一本万利。凭什么？秦江刚要说话，楼下却突然传来阵阵操作声，两人急忙向着窗前走去。此时，只见操场前聚集起了大量学生，为首的正是朱正、魏彪两人。在与秦江对视后，朱正立马抬起手喝道：“黑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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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哥，江哥，江哥，江哥。”这秦江也有点蒙圈，但也能猜到大概率是因为成立公司的事，再加上这些人全部都有股份分红，让他们太过激动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稳重点。黑龙是我刚刚成立的公司名字，这些人都是黑龙公司员工，你看看都是精良能干的小伙，正好公司成立，他们也能有事做，消耗精力，这样对学校来说也好，就当提前实习，增加就业率。副校长沉思片刻，现在正是各大学校抢人的时代，自己来这个职校也只是过渡下，自然不想闹出什么事情。好，学校可以给你扶持，空着的几个房子给你开公司无偿使用，但我只要求你一件事，管好你手底下的人，让他们在学校别闹事，否则别以为在学校混。走了，一言为定。江哥，秦江看着面前几十个亢奋的兄弟，也并未打击，告诉他们这些很幼稚，有的东西还需要时间去变化。突然，秦江看到队伍后方有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，白鹿。江哥，他这边追太紧，我一时说漏嘴，同意他加入咱们。你要不喜欢，我这就把他赶走。秦江似笑非笑的看了朱正一眼，这家伙说话做事严谨，怎会做出这种事情？肯定是看出自己对白鹿上心才会这么做，但也无妨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黑龙公司员工，公司规则制度暂定为刑法书籍，很快就会下发给大家，希望你们都能遵守。敢违反公司制度者，驱逐公司，后果自负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；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什么生意被抢了？有人去酒吧闹事，还是游戏厅出问题了？都不是，是读卡器。读卡器就是那个从电脑上下东西的小玩意。接着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人按照惯例去下边出售读卡器，发现绝大多数网吧都不要。刚开始以为是他们销量不好，后来才发现他们前段时间刚进货一大批，比咱们的还便宜，看量都够那些网吧用半年的。妈的！查清楚是哪个小瘪三弄的没？没，那些人都说是生面孔，根本不清楚哪来的。废物，查不到谁弄的，不会查货源，告诉角色，3天内查不出是谁干的，后果他自己清楚。滚！接上几天，社会大佬重生职校2010年代，成立黑龙帮，成立黑龙公司，准备拿下废弃工厂，赚取第2桶金。秦江，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？还叫这么多人？咋地？我们护院队得罪你了？都出去吧。叶泽此刻内心有点慌张，虽说他们两方学校并无恩怨，但秦江这段时间混得风生水起，卖读卡器挣大钱，建公司给股份，乃至把公司开在学校里，让校领导承认。这秦江找我谈什么生意？承包。承包？你要承包武铁化工厂，那个护院后面废弃的工厂？对。叶泽此时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不清楚秦江为什么突然准备承包工厂。你要承包化工厂做什么？自有用处。叶泽总觉得不对劲，可秦江面色沉稳，根本看不出什么。突然他下意识地看到朱正旁边的几张纸上，
叶泽目光亚麻呆住了，他秦江难道要承包化工厂当据点，训练小弟战斗力，再出去抢地盘安？不是，他有病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改革开放都多少年了，还玩这一套？咋地？当民国呢？这不纯纯杀笔吗？突然，叶泽有种想离开的冲动。他估计秦江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共辞12爷。夜夜有你明的感受。既然这样，承包费打算出多少？1年20万，但要签10年合同。20万。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承包工厂，但工厂是隶属于护院，准确说护院也只有使用权。你要承包也是找学校，找我做什么？我又做不了主。你说呢？护理职业学院的大公子，你这不难猜吧？你在护院做那么多垄断生意，而且并不是靠武力镇压，再加上护院校长也姓叶，那么你跟他必然有关系。不过护院校长今年才30多，绝不可能有你这么大的儿子，那么大概率就是侄子。所以你说呢？叶泽嘴角抽搐了几下，看着秦江，目光变得复杂。他发现自己有点小瞧对方，当然他根本不清楚秦江完全是根据上一世推演，否则很难会联想到这些。秦江，化工厂可以租给你，但价钱20万太低，具体多少钱我要回去跟我叔商议一下。叔，黑龙公司说要承包咱们学校后边的化工厂。哦，对了，黑龙公司就是旁边职校那位大混子秦江开的。秦江，叶继开满脸疑惑，显然他并不知晓秦江是谁。虽然对方名声在学院路很响亮，但也只是在学生之间。你打算把化工厂承包出去？对，当然要承包出去，这样学校就能有笔闲钱，正好支持我创业。叔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创业正需要资金，一旦有20-30万资金加入，我有信心能在1年内直接让公司规模破100万。承包化工厂给他也不是不行，不过20万太少，起码1年50万。叔，50万太多，可能会把对方吓跑。据我所知，这个秦江是打算承包工厂立帮派，训练小弟用，对咱们没什么利益损失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训练小弟再去打地盘，不是他娘的穿越了吧？既然这样，那你自己去跟他谈吧，多少钱你自己定就行。到时候承包完毕，我会以扶持创业名义把钱打给你。好，谢谢叔。就是他啊。是刀哥，我亲自跑了一趟义乌，跟老板谈很久才让他调出监控录像。我带着截屏回来各处打听，最终发现这个人就是学院路大混子秦江。学院路大混子很厉害吗？我之前怎么没听过？是个学生，在学校里立棍，手底下有点弟兄，靠给附近村庄冲场的挣钱，据说不简单。在学院路很少有人敢跟他对着干。操，不他妈就个学生吗？如果不是学院路刚刚建立，大量治安队员看管，不让闲杂人等进入，不然能让这些学生崽子混起来，他们算个屁，还敢跟老子抢生意？学四，哎，刀哥，你带10几个弟兄今晚去趟，让他把吃进去的钱全吐出来，再给个教训。是。谁他妈叫秦江？给四爷我滚出来！谁他妈叫秦江？给四爷我滚出来！叫秦江出来！妈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跟刀哥抢生意！今天你们要不乖乖把钱吐出来，再跪下磕头道歉！走！瞅你妈了蛋，什么刀啊？搞玩的，也配跟我江哥叫嚣？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许队，校门口一群人打起来了，看样子是咱们学校学生和校外混混。走，跟我过去驱赶，如果不行，直接报治安队。等等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许队，这人是秦江手底下的人，前2天他们在学校成立黑龙公司，而且还得到了学校同意，估计有点背景。哦，这位同学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校外那么点小事，何必麻烦你们？我们自己解决就行。只是这监控。放心，我们下手会很有分寸，绝不会出任何意外情况。保安队长此时有些犹豫，但一想到对方应该是有些背景不易得罪，便开口道：“校门口监控今天应该坏了。”多谢。此时校门口10几个校外混混已经逐渐落入下风，他们发现这些学生并不是过来冲事，反而越打越猛。你为何不躲？因为不怕。为何不怕？废话太多了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战神49？薛四此时有点蒙圈，感觉自己真小瞧了这些学生的战斗力。看他们打架姿势，绝对受过一定训练，而且还懂得团队协作，跟其他学校混混不可同日而语。
我输了。正在此时，一辆治安队车快速开到职业学校面前，治安员迅速接管了全场局势。但此刻几个治安员看着面前场景愣住。本来他们刚刚得到消息，学院路职业学校前在聚众打架，可面前场景却是10多个成年混混跪在地上，几十个学生打扮的人冷眼注视，一个个手中还拎着黑伞，这让治安队员无比紧张。不许动！治安执行公务，蹲下，抱头，快点！治安队员同志，你们看看，这群学生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，他们就是一群混混，动不动就废别人。我们只是在这溜达，就被他们无故殴打了一顿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都闭嘴！打群架还有理了？敢在学院路闹事，无论是谁都要受到法律制裁，都给我带回去。是，敢问一下，不知我黑龙公司员工犯的什么法要被抓捕？江哥，你是谁？秦江。秦江是个学院路大混子，这些学生应该都是跟他混的。哼，聚众斗殴被抓现场，你还敢狡辩？要查出背后是你指使，你也逃不掉。是这样的，警察叔叔，这些校外混混来学校闹事，殴打学生，保安制止时，他们甚至要硬冲校园。因此，作为职校学生，在得到校园保安科允许后，才正式驱逐这些混混。所以说，他们可都是3好学生，见义勇为，保卫校园。你说他们是3好学生？谁家好学生个个拎着把黑伞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们学校刚刚成立个公司，这些人都是黑龙公司成员，有个统一的黑伞，很合理吧？刘勇第一次重视的看向秦江，本以为就是个校园混混，没想到竟有如此行迹。正在此时，朱正和保安队长徐东走过来。刘所，好久不见啊！徐东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麻烦你们把监控视频调出来。刘所，你要的监控视频可能不太行，校门口监控今天恰好坏了。监控坏了？是的，刘所，但我刚刚就在现场，确实如秦江所说，是校外混混要强闯校园。你也知道，学校保卫科人员不够，只能让学生出来顶一顶，要不然让这些混混冲进校园就麻烦了。校园内女学生也不少，虽然出手重点，可也能算正当防卫吧，总不能挨打不还手，不是？此话一出，薛四等人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大。他娘的，这秦江竟然有靠山，让学校保安队长完全睁眼睛说瞎话，完了，BBQ了。刘所，刚刚查出这些混混基本都有案底，有案底还敢闯校园殴打学生，带走。是。不好了，刀哥，薛四和10几个弟兄在职校门口被秦江手底下的兄弟给打了，而且下手很黑。后来治安队来以寻衅滋事罪、聚众斗殴罪把薛四他们全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刀哥，那秦江在学院路很了不得，虽说是个学生，可一句话能叫来几百人，光能打的就几10个，而且他手底下还有个叫49的，身高接近2米，壮得跟熊瞎子似的，轻易几个人根本近不了身。薛四带的10几个人完全不是他们对手。兄弟们，跟我抄家伙！是，刀哥，不能冲动啊！学院路很特殊，全是学生，那秦江又是大混子，手底下学生众多，要真跟他打起来，怕起码需带100-10号人过去。可这么多人，先不说能不能在治安队眼皮子底下进到职院，就算能进去，难不成真打入校园，把秦江那些人在校园里废了？真这么做，咱们也就废了。此话一出，刀疤也冷静下来。是啊，带上100-10号人冲入学校打人，别说他，就算那些牛逼大佬也不敢这么搞。这样，你去联系那个秦江，就说我要跟他谈谈，地点约在学院路外。要是他出来，那么还有的谈；要是他不出来，那就告诉他以后永远也别出学院路。是。另一边，黑龙公司内，秦江和叶泽正式签起了承包无铁化工厂合同。签字盖章后，叶泽一脸愉快地拎着35万元现金背包走了。秦江看着叶泽离开的方向，面色化为冰冷。朱正，把合同锁在保险柜里，咱们接下来能有多少启动资金，全靠这个了。把酒店门口堵住，今天绝不能让秦江那小崽子逃出去。是。坏了，涛哥，这恐怕是个鸿门宴，江哥有危险了。废话，这江哥还能看不出来？只要门口这些人不动，咱们也就不动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举报在云来酒店有。秦江，今天突然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趁早离我妹妹远一点，别以为你救过她。哎，对，先别着急嘛。你看这个烂尾箱可是这个饭店的特色，你不尝尝看？白蒙此时还是有点母权，他前不久得知自己妹妹被混混围住，是秦江出场解了围，但因此妹妹和秦江走得太近，他今天来就是想警告这个职院混混秦江。今日一见却发现秦江气场很强，根本不像是一般的黄毛混混。管他呢，先吃饭再说，我就不信这秦江还能翻天不成。突然，一大波脚步声传来，作为侦察队的白猛已经警惕了起来。谁是秦江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倒要看看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抢老子生意！今天不挑你俩脚筋，我刀疤白活！
包厢内，2名侦查员互相依靠站着，面色警惕，抬拳做出防备状。正中3人坐着十分平静地吃着饭，好似从始至终没被刚刚情况影响。你就是秦江小仔！我操！话音未落，只见一个连汤带水的盘子扔了过来，刀疤下意识地偏头躲了过去，但汤汤水水洒了一身。操，老子的衣服，这可是牌子，安你一路，真给你脸！本爹打算让你跪下唱征服，现在老子决定把你5条腿全打断，给我上！你报治安队了，是不是混道上的？这点规矩都不懂。第一，我不混道上；第二，治安队也不是我报的。刀疤怀疑地看着秦江，但其实他也不认为是秦江报的治安队，因为这种情况遇见治安队，大家都没什么好处。此时刀疤给小弟使眼色，准备先把他们带的凶器藏起来应付警察。片刻，刘勇便带着几个治安队员走了上来。刀疤，又是你在惹事，咋地？牢饭没吃够？有所说相，在你的地盘，我怎么敢惹事？就是带几个兄弟来吃饭。有所，你咋来了？哼，有人举报。说着，治安队员有意无意地看向秦江。上次秦江这伙人可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但同时他大概也明白了什么情况。秦江跟刀疤有恩怨，刀疤派薛四去报仇被反杀，今天应该是过来报复的。刀疤，我可警告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但凡你敢做出出格的事情，后果你清楚。今天带没带什么违禁物品？有所真会开玩笑。我们来吃饭，带什么违禁物品？哎，都别反抗，让几个治安队兄弟搜搜。开警笛来，就算有凶器，也早提前转移走了。白队，你怎么在这？此话一出，全场都安静下来，几个治安队员也看向包厢，此时才发现，除了秦江3人外，竟还有2人在一旁站着。刀疤也面色一正，白队，这他喵的不会又是秦江的靠山吧？白队你好，我是刘勇。你好。刘勇不由得松口气，虽然2个人警种不同，可无论对方级别以及背景，都是自己不能比拟的，巴结不至于，交好却很有必要。白蒙此时也并没有继续说难听的话，刚刚也就在气头上，并且他也知道打开警笛也有让人产生畏惧心理，从而不敢继续行凶的作用。这个人刚刚带人带着刀具行凶，说要打断秦江的5条腿，听见警笛后才立马转移了凶器。我可以作证，以北区侦察大队队员身份作证。放心，这事我会亲自督办，会尽全力在合法范围内处置。都带回去。你今天把我约过来，就为这个，替你挡刀，挡住那个刀疤。有的时候不欠人情是件好事，不是吗？白蒙有些怔住，再度深深地看了秦江一眼。说说你之前四处打听我做什么？让我妹妹离开你的团队，让她回学校好好上课。你当亲哥哥的做不到的事让我做。再说你我之间也没交情，凭什么？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说话？你知不知道白队是谁？侦察队长。哼，知道你还敢这么说话？我犯法了吗？我黑龙公司犯法了吗？没犯法，为何不敢？你好了，秦江，你要做什么？有什么要求说？我可以让你妹妹回去上课，至于让她离开黑龙公司，需要她自己打申请。我的公司可没开人习惯。好，可以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在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，替我伸张正义。我要公平。什么？白猛内心惊诧，他本以为秦江要说些无理要求，甚至让自己做他的保护伞，可现在秦江提的要求低得超乎他想象。可以维护公平，伸张正义，这也本来就是我的职责。江哥，我们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让区侦察队队长见个人情，我们以后用得上吗？用得上，怎么会用不上？接下来咱们要做的事，就得靠这个大人物来压场了。啊？什么事？钉子户。社会大佬重生职校2010年代，利用拆迁工厂合同怒赚700万。什么？叔叔你说什么？上边同意护院提升为3本院校，让立马扩大校区招生。是的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据说各地医院急缺护士，上边从几个护理院校中选择了我们护院。好事啊，叔。但如果要升为3本院校，就要扩建校区，招募新的老师。坏了，叔，化工厂咱们前不久刚租给秦江了。是啊，这正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。那位置对扩建很重要，你去找下秦江，就说学校对这块地有新的安排，把钱退给他，然后你再重新起草个承包合同，把化工厂承包给你，这样利益就全是你的。太好了，叶泽兴奋点头，他并不认为这事有多难，只需把钱退回去，最多再给个几万块补偿金。秦江，长话短说，我这次来是要跟你谈一笔生意。哦，生意就是你们承包化工厂的事情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一个破地方。但是呢，有些股东不满意学校资产外流，就打算把化工厂地皮收回来。那帮老古董就他娘有病，我不想来，他们非让我来。我呢，也就是替他们传句话，合同取消，我争取向股东那边给你申请点补偿，少说也给你弄个几万块。几万块钱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叶泽听完一愣，但也很快反应过来，秦江既然能拿出几十万承包化工厂，那几万块钱不放在眼里也似乎不奇怪。这样，你打算要多少？我回去跟股东们商量下。黑龙公司是正规公司，自然一切按照合同走。把合同给他看看，当初签合同时，违约条款在里面写得很清楚。叶泽拿起合同查看，他当初签合同时真没咋看，毕竟根本就没把秦江这些人
放在眼里。现在仔细查看里面内容，发现合同写的非常详细，违约条款在最后一页赫然呈现。一旦违约，按照签订合同，双倍违约金赔付。双倍，秦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2倍违约金，你们要上天啊！叶泽声调都高出了几分贝，双倍那可得大几十万。不可能，呸，股东们不可能同意这么多的违约金。哼，送客！说完，王涛等小弟向叶泽聚拢了过来，感觉下一秒还不走的话，可能会被扔出去。你们要干嘛？狮子大开口也没你们这样的，想钱想疯了吧？我他妈！叶泽此时被请了出来，嘴里很想骂人，可看见10几个小弟又咽了回去，直觉告诉他，再说点什么容易挨打。黑龙公司内，众小弟不断的吞咽着口水，因为他们刚刚可都是听到了赔付双倍违约金，也就是足足70万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区区100万不算什么。别说对未来的黑龙，就算对今日的黑龙也不够格。我只能说，1个月内黑龙将会脱胎换骨，你们也将踏上新的阶层，一个前途远大的阶层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；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这段时间，凡黑龙公司登记在册员工都要留守学校，随时准备突发情况。这几天会有大动作。是。好了，都出去吧。那个白鹿留下。此时，众小弟纷纷诧异的看了白鹿一眼，随即离开。白鹿有些懵逼的站在原地。他不会是要赶我走吧？我可是要混社会当大姐的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就算死皮赖脸也要留下来。我不走，我要跟着你混。你这样的也混社会？好了，没人赶你离开，放心吧。一入公司深似海，既然加入我黑龙公司，岂能说走就走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既然你加入了黑龙，就要懂规矩，每个人都要为团队做贡献。你能做什么贡献？我交钱行不行？钱？你觉得黑龙公司缺钱吗？再说交钱就能当公司骨干，黑龙又算什么？白鹿面色微白，他实在不清楚自己能为黑龙公司做什么。打架根本不行，脑子也不太聪明，但地下城倒是玩得挺溜。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？会计，怎么了？会计。我能看你很有眼缘，也看出你真打算混出点名堂。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，要能做好，那么从今以后屋子里未必没你的座椅。白鹿眼睛瞪得跟鸭蛋一样大，要知道在屋子里有座椅代表什么？目前整个团队也就3个人能有座椅而已。一想到几百人齐刷刷管自己叫陆姐，白鹿的心止不住沸腾了起来。有什么任务，江哥你直说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保证完成。回学校好好学习，尽快拿到会计师资格证。啥？学习？对，就是学习。一个团队要想彻底发展起来，光靠弟兄多根本不行，金钱才是王道。没有钱，一切都是废话。钱，兄弟，都是黑龙发展命脉。忠义兄弟黑龙不缺，但懂钱财且对黑龙死心塌地的人很缺。现在我决定把黑龙第2个命脉交给你，等你学成，就可执掌黑龙财政大权。白鹿当场呆住，虽然他总觉哪里不对劲，可目前大脑完全被秦江化的大饼给占据。执掌黑龙财政，坐上黑龙交椅，他陆姐将会是黑龙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我这就回学校好好学习，尽快把会计资格证考下来，一定会掌管好黑龙财务。江哥，你们给我机会，我感激不尽。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马啊呸！小弟有什么吩咐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江哥，你在给他画大饼还是？看他自己，要真能学出点东西，黑龙财务交给他也非不行。要是他自己不行，那就只当我跟他哥的一场交易而已。江哥，护院叶泽那边这次打算做到什么地步？黑龙是一家正规公司。我懂了，江哥。朱正点头，明白秦江的意思，是一切按照规矩合同办事，就是让护院出双倍违约金。但这里指的并非1年承包费用双倍，而是整整10年费用双倍违约金，也就是700万。江哥，护院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几百万利益足够他们出点乱子，咱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我一会安排人去化工厂轮班守着，防止护院做些狗急跳墙的事。去办吧。挺过这场暴风雨，黑龙将涅槃重生。里面是105万，你点点，合同正式解除，拿来吧。哼，105万就想解除合同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开玩笑。承包化工厂35万，违约赔付双倍，也就是70万。35万加70万，不就是105万？我开什么玩笑了？合同给他看看，好好看看违约条款上怎么写的。甲方违约需赔付双倍承包年限总承包费等等，双倍承包年限总承包费。承包年限是10年，总承包费就是350万，双倍违约金就是700万。你想要700万？不是我想要700万，而是一切按照合同走。黑龙是家正规公司，你不可能。此时叶泽愤怒到极致，就算他自己都没打算捞这么多钱，现在秦江要这么多怎么可能？随即他看着手中合同，双眸光芒闪烁，下一刻竟毫不犹豫把合同塞进了嘴里。哼，跟700万比起来，吃点纸算什么？就算吃屎都不是不能考虑。好吃吗？没想到你还有吃复印件的爱好，想吃还有，吃吧，管够。叶泽看着面前7、8份合同，只觉得胃部不断翻涌，差点当场吐出来。秦江，你竟然备份，你还有没有点诚信？插出去！护院
校长是。叶继开听完叶泽的话，同样面色难堪。180万他不在乎，但700万就算对他来说也并非小数字。这个数字别说你我，就算学校其他股东也不可能同意。他的态度很坚决，我总觉得里面有点不对。难不成他也提前知道了护院扩建的消息？应该不是，他一个学生凭什么知晓？他以为他重生了啊！哼，不管他知不知晓，700万也不能给他，真把护院当好欺负的。叶泽，你今晚带人把化工厂封锁，所有厂房全部上锁，再派人看管起来。我立马联系拆迁队，今晚就给他拆了。到时候管他要多少，再扯皮打官司就是。他一个学生混混还想跟我斗？江哥，你醒了。昨天护院叶泽带着几十个人要占领化工厂，还好咱们提前有准备，才把他们挡在外面。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王涛把昨晚化工厂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秦江听完并无意外，700万护院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给？其实秦江真正底牌并不是合同，而是化工厂，这也是护院为什么要连夜拆除化工厂的原因。只要拆迁完毕，谁还会搭理你？钉子户，你得盯得住才叫钉子户。换拨人去看管化工厂，让昨晚的人回来休息，保持化工厂24小时警戒。昨晚只是第一次，接下来还有第2次、第3次。告诉兄弟们，短则几天，长则半月，只要我们坚持下来，就能争取到700万利益。凡在这段期间参与守卫者工资3倍，凡在过程立功者奖金另算，还可提升职位。是江哥，你干什么吃的？这么点小事也搞不明白，就这还要当明星企业家、青年领袖？你领个屁！连小小化工厂地方混混都摆不平。叔叔，你是不知道那些人有多难缠，完全就是地痞无赖。拆迁队的车只要往化工厂开，他们就干躺在车底下，而且他们人数太多，我多次想要硬来都没成功，我也不敢真闹出点大事。行了，你还是太小，没跟这些不讲理的混混太打过交道。8成拆迁队看你年龄小也出工不出力，你呀是需要好好磨练磨练。清楚知晓商场如战场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只能是表面，暗地里只有肮脏阴暗。看好了，我只演示一遍。喂，老孙，你给我派遣的是什么拆迁队？这么多天一点进展也没有，咋地？开始糊弄我了呗？欺负我侄子小呗？行，你们真行。说完，叶继开也不等对面说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很快，对方便回了过来。哎呦，我的叶大校长，这不纯纯都是误会，都是下边那些小兔崽子没有眼力劲，回来我就让他们滚蛋。这样，这些天所有弓箭不算，你消消火。好。此时，叶继开将学校扩建以及拆迁化工厂带来的利益一一道来。对方听完，明显上心了不少。记住，这年头谁能给别人带来利益，谁是大爷。你花钱的还能让挣钱的欺负了，做生意没点匪气可不行。这一点秦江比你强。放心，我已让老孙重新派遣拆迁队，今天就彻底解决他。老袁，给我找点道上的人，人越多越好，地点就在学院路5金化工厂。涛哥，这看着马上要下雨，估计今天能风平浪静。要不要我去买点鸭货、啤酒？晚上咱们整点。鸭货可以，啤酒就算了。现在非常时刻，不能出差错。快抄家伙！叫兄弟们各司其职，防守住所有进出口。快！开跑！人不狠，他站不稳。秦江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拆迁队来了，快给江哥打电话。黑龙有难，快保护江哥！江哥，我们来一臂之力。叶校长好，我是拆迁队的楚国华，你叫我老楚就行。有没有信心拿下？没问题，瞧好吧您。老规矩，动手者奖励200块现金。今天拆完化工厂，每人再奖励200，给我推。兄弟们，有人想踏入化工厂怎么办？干！有人想脚踏江哥尊严怎么办？干！有人不把黑龙放在眼里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干！果然是些学生蛋子，细皮嫩肉不经打，就这老子才出3分力。你们听好了，我们可是不打翁拆迁队的，以后见你们一次打一次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老天爷啊，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别慌，一群学生蛋翻不起什么大浪。
干什么吃的给我推上去，用机械推上去。不要追了，兄弟们，守住化工厂即可。江哥马上就到。废物，让你的人都给我赶紧上，躲到后面干什么？叶大校长，您别生气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让他们上。此时楚国华拿着喇叭在后方大喊，但却没几个人再敢冲出，几百块工钱而已，谁会真的去拼命？就在场面陷入僵持之际，后方传来阵阵嘈杂声。此时从面包车中涌出10几个社会混混，为首的正是北区著名混子刀疤。谁这么大胆子敢惹叶大校长，真是不把我刀疤放眼里。叶校长，老袁给我打的电话，没想到现在学生都这么猖狂，连你都不放在眼里，咋样？剩下的我解决。注意分寸。虽然他们都是些混子，可也是学生，出点事不好弄。至于报酬不会少的。放心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不给叶大校长面子。此时远处再度涌来一批人，为首的粗壮汉子被称为学院路大混子钱鹤。叶大校长，是袁哥那边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站场子。叶继开点头，随即几人望向队伍前方。由于天色昏暗，他们并没看清王涛等人面目，只是看到一大批工人躲在推土机后面，不敢上前。上，驱散他们，别出人命就行。你们也上，出手不要太狠。是。此时2拨人马向着化工厂压去，工人们见此纷纷让路，他们刚刚已经吃亏，现在有人出头也乐见其成。秦江能让本校长亲自出面，也够你自豪的了。侄子，开瓶香槟。突然，乌云密布，雷声四起，不出意外的怕是要出意外了。只见远处传来阵阵脚步夹杂着雨水声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彻在云雾中。我倒是要看看谁今天能把化工厂拆了。我操，这谁啊？出场自带 BGM， 咋感觉跟电视里大佬出场似的，连伞都不自己打，真有派头。是啊，跟他比，刀疤、钱鹤出场太差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秦江，他怎么来的这么快，还带了这么多人？慌什么？一个秦江而已，几百学生也罢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都愣着做什么？把这些人推出去！拆迁队准备，今夜强拆化工厂。刀疤钱鹤动手！刀疤钱鹤动手！刀疤，好久不见。钱鹤，前段时间我们黑龙刚把附近占场子的活都让给你们，怎么现在是想跟我们黑龙碰一碰吗？哈哈哈！秦江，今天是我没搞清楚情况，多有得罪，告辞，撤。说完，钱鹤便带领手底下几十号人呼啦啦离开。啊哈哈哈哈！秦兄弟，你怎么在这？你看这是闹的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俩谁跟谁？今天是我的不对，改日请秦兄弟喝酒，就当给今天的鲁莽道歉如何？哎，道歉就不必了，酒还是可以喝的。哈哈，秦兄弟爽快，这我兄弟黑龙话事人叫江哥。江哥，秦兄弟，今天需要我帮忙吗？黑龙的事自己能解决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打个招呼。随即，刀疤说了几句场面话，也带人离开。为什么？刀疤跟钱鹤干什么吃的？拿钱不办事，说走就走。秦江，他凭什么？喂，老赵，我要报警！叔叔，我们快走吧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你给我站起来！有什么好慌的？警察马上就到。不聚在这儿做什么？装黑社会是吧？赵所你好，我是工程队的楚国华，咱们在一起吃过饭。我问你怎么回事？赵所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正常前来拆迁，可这些学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，阻止我们拆迁，更是聚众打人，无比嚣张，说什么这化工厂是他们的，他想打谁就打谁。你看看我手底下几十个工人，个个带伤，被他们打得多惨。聚众打架斗殴，带走。等等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凡事不能只听一面之词，也得让那个秦江说说才行。行吧，让那边主事的过来。你就是秦江？我就是秦江，黑龙公司负责人。是你让手底下打的人，还打得这么狠？首先，这化工厂是我黑龙公司所承包，有承包合同在法律上化工厂已是黑龙公司财产。结果呼院现在要强行拆迁，我们黑龙公司出来阻止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，但不能打人。那不叫打人，叫自卫。是他们先殴打我公司员工，嚣张至极。我自卫保护财产，进行合理合法正当防卫。赵所，你看看，我们可不是空口白牙。赵所长接过手机，只看到几个工人在殴打学生，口中还不断叫嚣，几个学生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听得赵所长面色无比难看。楚国华面色狂变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秦江，他万万没想到对方还有这等手段，提前把他们动手的视频拍了下来。根据华夏法律，公民有权保卫自己财产，在受到伤害时可以进行合理正当防卫。今天我公司人员皆属于正当防卫。说着，不少学生也来到了众人面前，这些学生有的缠着纱布，有的拄着拐杖，脚步踉跄，无比凄惨。这
正是刚刚画面中被打的人。这些工程队的人聚众打人，有意破坏公民财产，按照华夏法律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秦江一口一个法律条文，别说楚国华，就算几个治安队员也听得一愣一愣，无比震撼地看着秦江。完了，不怕混混胆子大，就怕混混有文化。妈的，谁家社会大哥这么懂法律啊？的证据我看了，他们工程队做的确实有问题，我们肯定会处理。但是否正当防卫，咱们先不说。你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要做什么？还个个拿着把黑伞，是什么性质？你可清楚？什么性质？今天下雨不拿伞拿什么？而且这些都是黑龙公司成员，有个统一的雨伞很合理吧？此时秦江也并未客气，他看得出来赵所长今天就是奔他来的，目的并不难猜测，谁只是也不言而喻。赵所长也有些头疼，今天叶校长给他打电话，却没想到是这么棘手的事。就在此时，赵所长手机来了消息，只要把带头的3个人弄走2个小时即可。从证据上看是这些拆迁队的问题，这样我们会把他们带回去调查，也请你们3位协助调查。放心，就是做个笔录，马上就能离开。还有你身后带来的这些学生，先让他们离开这里，不要继续聚集。放心，拆迁队我也带走，没人能强拆你的化工厂。对不起了，我不跟你回去。你要做笔录，我可以给你派人。阿涛，你跟治安队走一趟。我是当事人，你们要询问什么，我知无不言。不行，加上他可以，但你们3个作为黑龙公司高层必须去做笔录，这是调查程序，是规定。那我要是不跟你回去调查呢？每个华夏公民都有义务配合调查。根据华夏法律，公民有权利自己选择在什么地方配合义务，我就选择在这。秦江，我再跟你好说好商量，你自己是什么自己清楚，非要我好好调查你吗？调查我是你的权利，我秦江包括黑龙公司随时奉陪。你带走。此时赵所长也顾不得那么多，指着秦江直接下令。后方几个治安队员立即上前，但黑龙成员见此情形，也纷纷齐刷刷上前，场面似乎有些失控。干什么？让你接电话。你好，我是学院路治安所召开来。是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向你检讨。此时赵所长对着电话连连称是，因为来电的正是白鹿的亲哥哥，也是他的顶头上司，而电话中只交代了一句一切公平公正。哈哈，既然秦总很忙，也不必非要今天去做笔录，派个人就可以了。小张，你们吃干饭的吗？那些无故殴打学生的，还不赶快铐起来！是。此时叶泽众人面如死灰，他们发现秦江不但懂法，还他娘的背景通天，一个电话居然直接让赵开来服软。撤！老赵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就走了？老叶，咱们也是多年交情了，有时候花点钱未必不是好事，何必跟人死刚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当初欠你的人情已还，今天为你我的上升路，没准都断了。他难道真有背景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江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叶大校长，我早就说过了，黑龙是一家合法公司，一切按照规矩来。700万，你就不怕吃不下撑死？700万，你就不怕猛龙过江？你可知我的能量？你可知天地有多广？你可知人心险恶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进退两难，700万我能找来多少关系？从各个方面让你寸步难行，你又能奈我何？那我要跟你赌命呢！秦江，我提醒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哼，你可曾听闻抽龙签？叶继开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他也听说过一些混混的废话。凡碰见很难解决的事情，那么就会启动抽龙签，凡中签者就要去解决事情，或者说去解决事情的那个人，而其余人必须给予中签者足够优待，招呼其妻儿老小。你要对我动手？哼，黑龙是家正规公司，别斗来斗去，把自己搭进去，好自为之。经理，不好了，好像有混社会的过来收保护费，来了20多个人。慌什么？女孩子家的。你好，我是这个店的经理，不知几位老板是买车？当然，不然来你这做什么？收保护费嘛。几位老板真说笑，能来我这买车蓬荜生辉，轮到谁接待了？还不赶快过来！是我，欢迎来万喜奔驰 4S 店，我是售车顾问薛娜，不知老板想买什么价位的车？奔驰400有没有现车？啊，有的。现在签合同，今天我要把车开走，能做到吗？销售顾问显然被秦江的话镇住，直接呆愣在原地。老板真有眼光，奔驰400主打一个高端人士车款，内部构造没得说，现在定价也就在135万，而且我们店承诺，凡购买此车者，自动为老板提供3个8的车牌，保证服务满意。现车我们店里就有，随时可看。此时，只见王涛将一袋装着密密麻麻现金的包裹打开，这一幕让见惯世面的售车经理不由得惊诧。这年头，谁能拿几百万现金出门？难道不怕被抢吗？好像真不怕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财务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清点钱财，再去把贵宾室打开，把上好的茶叶都拿出来。
不知老板贵姓？秦江。秦江。此时经理内心暗自回想，半天也没跟脑海中知名人物对上，但还是依旧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伙人看起来虽年龄不大，可无论气势出手都非同凡响。至于钱来源是否有问题，他不在乎。这年头能开 4S 店，谁还没点背景？先把合同签了吧，我没工夫在这耽搁。好的好的，秦老板马上给你安排。阿涛，你带人再去买几辆普通轿车，以后就当黑龙的办公用车。另外，再拿些钱买20台摩托车给弟兄用。秦老板，车已经上完牌，保险等手续也弄完，一共消费155万，还剩5万，车就在这。这车真白啊呸，真好啊！你看那车灯设计的多圆润。开车，撤！你们听说了吗？黑龙那边要发钱了。怎么没听说？据说手底下几百号兄弟人人有份，一个混混公司竟能发这么多钱，比咱们工资都高。啧啧，卧槽，那是。随着保安的一声呐喊，此时只见一个车队缓缓驶来，车队开头便是一辆豪华奔驰北 A333888，后方还跟着几辆崭新的车，车队两旁更是有几十个摩托护航。不是，今天有领导前来视察吗？咋没有提前通知？扯淡，怎么可能是领导视察？领导哪有开这种车的？估计是某个大佬。那他来学院路做什么？不清楚，反正跟咱们没关系，都站直了。万一看见跟领导说一嘴，有咱们受的。老王把门打开，这是江哥的车，记住车牌号，后面这些也都是黑龙的车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都将登记在黑龙册上，将会是黑龙公司名正言顺的员工，所有人工资全部提升到保底3000，上不封顶，五险一金给你们按时缴纳，你们就是白领，社会精英。说完，所有人大气不敢喘地看着这一幕。别的不说，光3000月薪放在2010年就已并非什么小数目，比绝大多数毕业大学生挣的都多，何况还缴纳五险一金，福利满满。江哥是不是对黑龙接下来发展已经有谋划了？黑龙下一步要做什么已有决定，就在职校对面啊，那里也要拆迁？当然不是，拆迁这种暴利生意不可能持续存在。黑龙现在缺少的是能获得持久收益的生意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打造一个夜市，但准确来说是一个大型综合夜间娱乐场所。夜市只是雏形，真正的未来是松江不夜城。没错，这就是秦江的第3桶金策略。虽然干实业注定艰难险阻，但重来一世，就算逆流而上又何妨？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会派人去订这些正装，凡核心兄弟每人发2套衣服，再去北区把云顶酒店顶层包1天，宴请所有黑龙核心队员。云顶酒店庆功宴出发。云顶酒店庆功宴出发。得兄弟们助力，黑龙今天在云顶召开庆功宴，不只庆祝黑龙承包生意大获成功，更庆祝我秦江能有你们这些生死兄弟。黑龙不只是我秦江的黑龙，是所有兄弟的黑龙。干！晋江哥干！今天是庆功宴，一切等吃完再说。话不多说，开吃。这个菜好好吃，刚刚经理说是用鱼身上那个部位单独做的来着。它也不错，那经理说用雪山上寒泉里的水做的。江哥能跟着你混是我福气，是你带我踏入云顶。本以为这辈子也就废了，混吃等死，没准哪天就进了局子。是江哥给我新人生，让我有黑龙庇护，有正经工作，有盼头，我干了。随着猴子打开话匣，众人都是红了眼。360行，唯有读书高。谁家孩子读书好，都会被称作大学生，能让父母为之骄傲；反之就是差生，遭受周围人的冷嘲热讽。这其中的辛酸，他们作为职校学生感受颇深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以后只要有我秦江在，你们就不再是父母眼中的坏孩子，亲戚眼中废物，更不是社会的边角料。你们是我秦江的兄弟，是社会精英，是家里人的骄傲。从今往后，给我把头抬起来！1年内，我要让北区都知道我秦江名号，让黑龙屹立在北区之巅。愿者干！阿涛出列，在江哥。前几天化工厂一战，你的功劳最大。为了以后你办事效率更高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上特意给你买了台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10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，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如烟宝贝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想吃什么尽管点。虽说这云顶酒店是5星级，可我韩冰还是请得起的。看我韩冰今日如何拿下你。那先谢谢韩公子款待了，吃完要不咱们再去商场逛逛吧。购物是吧？没问题，我韩冰不差钱，但去商场前咱们是不是先上去坐坐？我这房间都订好了。不是吧，韩冰花这点钱就想泡老娘？我柳如烟穷过苦过，就是没丑过，愿意给我买单的人多了去了。
柳如烟，你给我站住！钱都花了，你说你要回家。今天这饭钱要么 AA， 要么 AB， 你看着办吧。你看飞机。干什么你们？这地方是你家开的啊？拿着把破伞装什么黑社会？江哥。啊，秦江，他什么时候混成大佬了？以前怎么没发现秦江这么有魅力？好帅，好似天生上位者。哼，秦江，干什么你们？让开，我是秦江女朋友。秦江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？停！渣女不配有 BGM， 给我倒回去！秦总真风光无限，给小弟发钱，又买车，又在5星级酒店吃饭，这下护院校长斗不过你，最后服软赔给你们700万违约金的事，恐怕整个学院路都要知道了，树大招风啊！此时副校长吴越语气略显警告，他当初也没想到秦江会硬拿下化工厂，如今他也要对秦江刮目相看，这就不劳校长您操心了。黑龙已经着手下一步发展，这是合同你签了吧？妈的，冲我来了！你又有什么内幕信息了？吴校长，你拆迁拆魔怔了？那是啥地方？你就想着拆迁？可以承包给你，不过你要那块地干什么？荒凉的一逼！夜市。吴越眉头微皱，无法理解，大学生创业不都是什么高科技，你却给我说要搞夜市？我听说快递行业不错，南区就有学生做起来了，已经有几10家加盟，未来很有发展前景，不如你也做这个，夜市什么的没前途。其实在副校长的认知中，夜市依旧停留在一些小摊小贩上，靠着收几个摊位费盈利，而秦江所打算的则是松江第一夜市，日销售超100万的那种。算了，我也执拗不过你，承包合同我签字盖章好，会让人给你送去。哦，对了，我可提醒你下，你要承包的那块地可有不少居民种菜，附近居民你也知道很难缠。难缠？黑龙可是一家正规公司。你看看让你起草的文件，你弄了啥？一堆浆糊，打字你都用拼音代替，你都能打出拼音，打不出字，再不济不会查字典啊！陆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马上去改。白鹿此时又气又笑，气的是这些小弟完全没把他派的活当回事，也根本没打算做好；笑的是那一声陆姐完全把他给拿捏了。好了，你去吧，我再让阿涛选人重做。哎，咋就没有人愿意干财务呢？我都招不到人，没必要非在核心弟兄一挑，你在学校找着有合适的招收过来。黑龙可按照市面上加10%开工资。江哥，你不清楚财务以能道多，一旦被外人掌握把柄，就会永劫不复，必须可靠兄弟才行。我准备专门把黑龙财务分几个档次，有专门负责明面上生意的，也有专门负责暗地里生意的，还有专门负责弄税的。白鹿，你记住。黑龙不会涉及到这些东西，一切税务正常缴纳。啊什么？你给我连说3遍，黑龙是正规公司，然后去把王涛给我叫来。江哥，你叫我。学校对面的那片地我已经承包了下来，你明天带人。我明白，江哥。你明白什么？我明天就带小弟去把那些种的菜全拔了，谁不服揍谁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黑龙是正规公司，别老揍不揍的。你先去立个牌子，给他们3天准备时间，把地里东西全弄走。好的，江哥。那3天后他们要不搬呢？不搬？哼，要么体面离开，要么帮他们体面。此地方圆125英亩，已归黑龙公司所有，凡土地上不属于黑龙公司财产，需在3天内搬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块地不是职业大学的吗？咋就变成黑龙公司的了？是呀，这还让我们3天内搬走，真够嚣张的。哎，你们贴这干啥玩意？啥意思？就字面意思呗。小崽子，你跟谁俩呢？问你话不会好好说。涛哥，你别激动，咱黑龙公司可是正规公司。看清楚，这块地也被职校承包给了黑龙公司，就是我们所在的公司。现在黑龙老大，黑龙负责人，也就是董事长，知道吧？宅心仁厚，体恤你们，给你们3天时间把地里这些东西都弄走。3天后我们要收回土地。什么？3天后要收回土地？不能收？你们怎么能收？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瓜果蔬菜，你们全收走，我们怎么卖钱？就是有的还没熟呢，这可都是我的命根子，你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我们有这个权利。记住，3天就3天，3天后不搬，我们走。快给我老三打电话，让他通知吴家全族人议会。把我们找来做什么？我刚坐免费公交去13里地外的药店，正免费领鸡蛋呢。我也忙着呢，老王家地里苞米刚下来，我跟媳妇正摆着呢。说着，众人便把目光看向中间的中年男子，他就是吴家领头人吴老三。都别吵了，北边地就要没了，你们都还有心思扯老婆舌？什么？此时在场的几十号人全瞪大了眼睛。谁敢跟蒋武家抢地方，弄他？就是老娘不挠死他！都喊什么？老六，你把事情经过给大家说一下。
是三哥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，吴老六把今天去地里遇见王涛等人的事情完完全全说了出来。吴家众人听完后，先是集体沉默，但突然又愤怒了起来。他说承包就承包了，有合同吗？就算有合同，凭什么让咱们离开？把地都种熟了，他们想平白拿走没门。就算搬也要等瓜果蔬菜熟透，全卖出去，再给咱们足够赔偿才行。就是种好几年都有感情了，他不给赔偿，咱们就闹。好，很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管他黑龙黑蛇，敢抢咱们土地必须赔偿。老六，你带几个人日夜看守住那块地，防止他们突然袭击把地抢走。好嘞。乌草，什么声？地在晃悠，地震了。尼玛，真来了！不是，这不才2天吗？此时吴老六无比惊诧，他记得很清楚，2天前王涛才过来立牌匾，说给3天时间。六叔，外面咋地了？来了来了，谁来了？六婶来送饭了。送个屁，就知道吃。那什么什么黑龙要来了，快给三哥打电话，剩下的人抄家伙，跟我走。郑哥，等一会儿空地给我全推平，压路机给压实，不要求太多，起码4、5年内不能出问题。放心，10年都没问题，包的。猴子，事都办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郑哥，已派人去接了，马上就到，家伙是全部齐全。今天就把这块地全清出来，明天正式动工。哼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说话。此时吴老六带着几个人已经冲到了大型机械前，但他发现好像根本没人理他。老六，你先别冲动，对面人也不少，吴家20-30个，我们先挡住他们，等吴老三带人来就行。公司福利待遇就给半个小时，能带走多少看你们自己。时间一到，直接推平。话音未落，只见男女老少一堆人带着各种工具齐齐冲出。这些人完全没废话，拿起工具就在菜地里挖呀挖呀挖。吴老六此时显然慌了神。你们干什么？快住手！都快住手！这是我们吴家的地，你们不能摘！快停下！你们敢跟吴家作对，也不打听打听？你在那乌拉乌拉的说什么呢？别耽误老娘摘菜！什么吴家、八家的，有能耐去王家屯找我。三哥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来啊！都别摘了，光天化日，谁允许你们动我吴家土地？都给我围起来！今天你们要不把话说清楚，我看谁能走得了。就是你们摊上事了，摊上大事了。你们吴家的地，职业大学的地，什么时候变成你吴家的了？咋地？你是吴校长孙子？我再重申最后一遍，这块地已被职业大学承包给黑龙公司了。什么吴校长、八校长的？你说承包就承包，空口来。看好了，白纸黑字，学校盖章，合法合规。吴家众人全都看向合同，内容也很简单，职业大学以每年30万价格把这块地承包给黑龙公司，承包年限5年。什么和不合同的？我不认字，看不懂。你也不用说这些没用的，反正这块地我吴家种好几年了，就是吴家的，给我轰出去！比人多是吧？好啊，那就看看到底谁的人多。卧槽，你们快看！比人多是吧？好啊，那就看看到底谁的人多。黑龙有难，快保护江哥！江哥，卧槽，你们快看！江哥，卧槽，这谁啊？咋看起来这么拽，这么牛逼？该不会是什么社会大佬吧？可看着也太年轻了。你又谁呀？我跟你说，这是吴家跟黑龙公司的事，劝你别瞎掺和。我们老吴家不怕事，谁也不是孬种。你跟谁俩呜呜喳喳的呢？看清楚，这位是我们黑龙公司老大，就是总经理。老壁灯，我看你是活拧歪了，叫江哥。此时秦江出场这一幕似乎也给吴家人吓到，个个缩着脖子，有些害怕。全体都有，开工。来硬的恐怕不行，嫂子，看你们的了。哎呀妈呀！你们这是不让我活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我了个老天鹅啊！光天化日抢菜地了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闹起来了，听这声挺惨烈。不会已经开打了吧？你们说谁能打赢？肯定秦江能赢，就吴家那些烂蒜，也就能欺负老实人。碰见秦江这些狠叉子，又能算个屁？动手，全部插出去！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是华夏公民，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叫吧，你叫的越惨，我越亢奋。爷就喜欢你们这样的人，有感觉。你们欺负我三哥，我跟你们拼了！
华夏法律，当行凶者失去兵器，不再继续行凶时，在确保自身安全，应当终止继续反击，正好符合正当防卫。再打下去就属于防卫过当，不好处理了。好路不能有遗漏，也不能多路，知道吧？妈的，快给治安队周华打电话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三叔、老叔、六婶、12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谁把你们打成这样？周华，你可来了！你再不来，我们就让人给打死了。这块地一直空着，我们就在地里种点瓜果蔬菜。那成想这帮人不让摘也就罢了，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聚众打人，情况恶劣至极，全控制起来，不调查清楚谁也别想走。侯队，秦总，你们这什么情况？刚刚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？此时跟周华一同前来的几个治安队员显然都认识秦江，其中很多是在上次化工厂战役中就打过交道，自然见过秦江那日的威风，更知晓他有很深背景。抓他要没十足证据，别说什么功劳，很可能一个电话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大早上给你们添麻烦了，阿涛去买点早餐。秦总，不用麻烦，有人报案，我们前来维护治安是责任，请你把刚刚事情经过说下，我们也是秉公执法，放心，绝不会让任何好人受到冤枉。听到这几句对话，胡家众人此时一个比一个猛逼，周华则面色一正，猜到秦江身份不简单，有背景。现在这个场面还不够明显吗？他们明显就是些地痞流氓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周华，你刚来什么都不清楚，别瞎惹事。有的东西不能光看表面，而且还有这件事，既然涉及到你的家人，按照规矩你要回避。其实事情经过也很简单，首先这片地归属职业大学，现在已承包给黑龙公司，从法理上是黑龙公司财产。可这些人在黑龙公司提前告知情况下，非但不把种的瓜果搬走，反而前来闹事，更主动出手殴打我公司人员。我公司人员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予以正当防卫，一切合情合理，合法合规。放屁！把我家里人打得这么惨，还正当防卫，还合法合规？我看你们就不是正规公司。这位治安员，你说话要讲证据，否则我告你诽谤。猴子，把证据拿给治安队看看。此时老侯等治安队员接过摄像机，看着里面放映出来录像，面色古怪。你竟全程记录，你为什么会提前记录？你早有预谋，要不然为何带这么多摄像机来空地？闭嘴！你看这不就说开了吗？证据链完整就是正当防卫，散了吧。此时吴家人又是懵了，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怎么闹了这么大场面，没说两句就让散了。那黑龙公司仗势欺人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哼，算了，谁说就这么算了？华夏何时有持凶器行凶不受到法律惩罚的规矩？怎么，你周华要徇私枉法？周华此时浑身一颤，今天前来帮忙，没想到却遇见个硬茬，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便看向了一旁的治安队员老侯。按照刚刚视频里，凡持凶器行凶者全逮捕，把凶器全部收起来当证。是什么？我勒个老天鹅，这学院路的天也太黑了。江哥，职校对面场地已经全部收回，吴家人自那天后没再来闹了。昨晚我们已经连夜将土地全部用水泥铺平。这是预定采购商贩小车的几类图片，江哥你看看。以后这些你定就行，我就不再管了。对了，商贩那里筹备的怎么样？商贩已经找了不少中间人在宣传，那些中间人按照咱们规定，让他们今天下午2点全去云顶酒店聚会，找来一个商贩直接给500报酬。这一次我们光中间人花费也不小。好，看来得玩点套路了。阿涛，你现在去财务支取100万现金，记录在招商入驻费里。我当是谁找咱们呢？结果就一个学生混混。妈的，现在真是人是鬼都在装，700万身价让他装出7个亿的效果，还开夜市，没一点格局，一个夜市能挣几个钱？赔不死他。哼，我呢弄了个夜市，现在夜市已搭建起来了，准备下周正式营业。大家相见即是缘，今天我给你们个福利，下周你们就去黑龙夜市摆摊吧。什么玩意？我们去黑龙夜市摆摊，还是给我们机会？看好了，这些全是江哥给你们的福利。现在只要入驻黑龙夜市，摊位费全免，且每个摊位给3000入驻费，每月收入保底1万，少于约1万，黑龙给补，可提前预支你们1万块钱保底，月底结算时多退少补。同意的，现在发钱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惊得可怕，别问为什么，问就是震惊，太他妈震惊了。要清楚，现在可是2010年，摆摊能赚1万的肯定有，但绝不会特别多。何况这些能被中间人介绍来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摆得好的，很多出1个月摊都未必能挣3000，现在有人给保底1万，这跟发钱有什么区别？真嘟假嘟。拿着，现在就归你了。1个月后多退少补，等入驻当天再给你3000。商贩看着手里1万块钱，当场愣住。这就给钱了？不是，都不问问自己是卖什么的，也不问问名字就给钱，咋地？散财童子啊！好了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同意的就留下，然后取钱登记姓名，先登记，先划分黑龙夜市的好位置。江哥，现在商贩也已到位，黑龙夜市马上就能开启，咱们要不要弄出点动静？我让人做了一些扇子、纸巾广告，打算让学生发，不过怕宣传力度不够，咱们要不要在报纸上打广告？刚开业造势确实很有必要，但报纸打广告效果太差。你觉得当今社会造势最快、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？明星效应。对，
而且明星代言不能只有一位，要多个，越多越好。可代言费，谁告诉你请明星要花钱的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一起来看陨石雨、慕容、上官、端木。没错。这几天你去找几个跟他们体型相差不大的人，然后穿着打扮保持相同，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出现黑龙夜市，恰巧被某些人抓拍到，并快速流传出去。只要让别人以为他们来过黑龙夜市，并赞赏有加即可。2天后，夜市如期而至，但规模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还要大。7横12纵，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标语更是耳目一新，成为打卡聚集地。就这样，人流不断密集，让不少摊贩都有点愣神。夜市火爆程度比他们预想中的要好太多。误草，明星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看背景就能看出来。一起来看陨石雨、楚雨荨、上官、端木、慕容。慕容，我爱你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行动。别拍照，别拍照，谢谢配合。他们也来夜市吃饭，也在夜市网红桥上悬挂铁索，不行我也要悬挂，要跟我心爱的端木哥哥挂在同个桥上。不知是谁在人群中说了一句，便引来无数附和声，随即人群再度涌向2个网红桥。看来效果很不错，今晚的黑龙夜市可能将响彻北区，甚至整个松江。合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可是江哥，后续加入进来的摊贩要抽他们营业额的30%，这会不会？哼，曾经的黑龙你爱理不理，现在的黑龙你高攀不起，我们怎么可能只靠摊位费盈利？30%的抽成，那些摊贩能同意吗？怕会闹吧？谁敢闹，直接撵走，让他们退还之前给的保底钱。反正黑龙没跟他们签过任何合同，一切合理合法。江哥，明星来了！上官、端木他们真的来了，所有学生都疯了，一直在往夜市挤，现在全乱套了。明星来了！我爱你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江哥，明星来了！上官、端木他们真的来了，所有学生都疯了，一直在往夜市挤，现在全乱套了。立马把人群疏散，尽快把那些明星送上车，务必保证不能有人员伤亡，出现大型踩踏事件，我会立马让兄弟们出去支援。江哥，不行，人太多了，道都被堵上，根本出不去。把他们带到直大，让直大封锁校园。是。黑龙夜市内，阵阵呼喊喧嚣响彻天际，10多个明星面色惊慌，被7、8个保镖护在中间。他们本想在离开前逛一逛这传说中爆火的夜市，可没想到人如此之多。好家伙，这些学生真疯狂，都快把我耳膜喊破了。他们这么热情，咱们要不要说2句？你不要命了？现在不是宠粉的时候，天黑路滑，谁也看不清谁。这么多学生聚集，出点事情，咱们都得上头条，到时候都他娘退圈吧。此话一出，10几个明星反应过来，他们此次出来完全是自主行为，要今晚出现踩踏事件，那必然会受到群起攻之。想到这，顿时众人脸色有些惨白。怎么办？人太多，挤不过去。江哥下令让咱们务必把明星弄进校园，分散开，咱们去各个方向大喊明星在这，把这里的人群吸引过去。说完，几个兄弟立马散开。喂，江哥，我们已经到达夜市现场了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张弛，你们接到明星后立马去夜市门口，我在那里特意为你们备了台好车，是上周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10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终于，猴子带着几10个小弟挤了进去。我是夜市管理方，都跟我走，快！直大重地不能踏入，那些明星都从后门走了，散了吧，快散了吧！明星都走了，去学校后门看看，没准有机会。东门最有可能。我好像看到他们从西门开车走了，一时间说什么都有，让不断往直大门口聚集的人群快速分散，向着其他方位涌去。我的个老天鹅，咱们总算是安全了。话说早了，你看那边。此时，只见校园内成千上百名学生正往校门口冲。就在明星进校园几分钟，全校学生几乎都知道了这一消息，瞬间追星的、看热闹的都开始往校门口凑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明星来学校？这偏僻地方他们来做什么？听说来逛黑龙夜市，结果被发现，被学生拥挤来学校躲避，都怪黑龙的人不赶紧让明星离开，让他们来咱们学校做什么？别说这些了，现在立马通知在校老师驱散学生，通知值班部门把校园操场内所有灯全打开，能多亮就多亮，绝不能发生任何踩踏事情。什么？你说学院路黑龙夜市有大量明星出现，引起大面积学生围观，造成道路拥堵？是的，明星很多，而且都是当红明星，好像什么陨石雨那个电视剧，还有什么其他几个热播电视剧的明星10多个吧。聚集的学生有多少？1、2万左右，而且附近学校还有大量学生以及居民正在往那里赶。立马组织人员，所有治安员取消休假，全员待岗去维持秩序，疏散人群。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一个学生出事。我指的是任何一个学生。是。
很快，10多个明星已被无数学生围得里3层外3层。幸亏几个保镖见事情不对，再度冲过来，把这些明星护住，才免于被波及。让开，都让开，让我进去。小嘎豆子，你还挺能钻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上后面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爱谁谁，你彦祖啊，还让我给你让让。我是学校教务处王主任。切，都这么说，刚刚还有个说自己校长往里冲的呢，都能上大专，谁也不是傻子，以为编个身份就能好使啊，全没用。丽丽，快下去帮忙啊！站在这做什么？好的，陆瑶，你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哼，烂点好，最好出点事情。到那时什么狗屁黑龙议事，什么秦江，什么王主任，什么校长，全有你们好果子吃，让你们都欺负我。彻底乱！仅不过几分钟，校园就已快达到失控地步。王主任听着嘈杂声，面容有点绝望，他觉得今天可能真的要出事了。全体都有，向我看齐。我是教导处主任，我宣布现在立马各自回宿舍，否则扣学分。你们看，那边终于有校领导出面了，这下应该安全了。同学们注意安全，别挤，谢谢你们的喜欢。再重复一遍，经教导处决定，凡部立马回宿舍的学生全部记大过处分。你谁啊？黑灯瞎火的！你说王主任就王主任，我还李主任呢。同学们，法不责众。今天全校这么多学生看明星的，学校难不成全都给处分？根本不带怕的。突然，一道耀光出现，立马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。没错，正是秦江。再直大你不认识校长正常，但你不认识秦江就很不正常了，因为从没有一个学生像他这样有派头。肃静，我是秦江。安静的可怕。原本无比喧嚣的操场，无数拥挤的学生瞬间全停了下来，反倒是10几个明星突然有点不适应，同样更不理解到底什么情况。不是他谁啊？他说散就散，人家王主任说话都不好使。好家伙，一个学生又是灯光又是喇叭的，这比我在电视剧里都能装呗。走吧，也没什么，热闹看的，几个明星而已。就是真耽误我看比赛。今晚 Faker 大战 BLG， 精彩着呢。你通的是2级网吧 ，Faker 都5连冠了，你还隔着今晚呢？好了，江哥都发话了，给江哥面子，都走吧。此时人群开始往外散去，因为很多学生本就不追星，只是过来凑热闹而已。现在秦江发话，谁敢不给面子？毕竟王主任的话不听最多扣分，秦江的话不听可能要遭老罪了。阿豪，把这些明星都请上来吧，然后你再派几个人去夜市协助疏散人群。是，江哥有请，大家上楼喝杯茶吧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那个小兄弟，能否问一下，那个什么江哥是谁啊？这么有派头，说话比校领导还好使。秦江哥，我们黑龙老大啊，呸，黑龙董事长，黑龙夜市就是江哥产业。我操！坐。想必这位就是秦总吧？今日多亏你帮忙疏散学生，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还要麻烦你派人在外面看下，要是学生散的差不多，我们马上走，也省得叨扰秦总。这就要走吗？由于你们不请自来，让黑龙夜市差点发生踩踏事件。今天黑龙夜市刚刚爆火，却疏散人群离开，你们就这么走，合适吗？那个是我们考虑不周，没提前通知，才造成如此效果。要是有什么经济上损失，我们可以赔偿。赔偿不必，不过造成经济损失，我也得给手下交代。这样留下来合一点影，再签一点名吧。哈哈，好说，不就是签名合影吗？没问题，要多少签多少。秦总，你不是说1点吗？是啊，一点点，签吧。人治安队的人不是让他们全员集合？不操，不对啊！不是说有好几万学生聚集在此，明星去哪了？所长，刚得到消息，确实是你说的情况。不过等我们到时情况已缓解很多，是黑龙公司及时筹集人手把明星弄到师大内，并宣传明星已离开并驱散人群。等我们到时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此时刘勇终于松了口气，只要没有人员伤亡就行。忽然他不由看向人群中正维持秩序身着校服的学生，不用猜就是黑龙的人。还是黑龙有担当，有责任感，比那些在学校里称王称霸就会欺负同学、打架斗殴的人强太多。就是黑龙这名字起的让人头疼。走，跟我去直大看看。老天爷，这得签到什么时候？自己怎么就夸下海口答应呢？老吴、老刘，你们来了。这不听说学校学校有明星前来，打算回来看看情况。这一次黑龙处理的很妥当，避免造成重大影响，学校会在大会上表扬的。这一次黑龙夜市处理的是很妥当，把大型拥挤踩踏事件扼杀在摇篮里。我代表治安所向你表示感谢。没个锦旗什么的，比如治安合作单位、北区安全夜市之类的。这个我回去跟你申请。这事
哦，没什么，这不他们认为给黑龙夜市带来很多麻烦，作为赔礼道歉，他们就打算留点合影，签个名作为补偿。毕竟法治社会，谁也不能限制别人自由，不是？那个，秦总都签完了，你看。哦，江哥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外面那些学生已经散了，短时间内不会再聚集。不是，你刚刚得到消息，你得到毛线消息，你都没出屋，也没接电话，就算演戏，你也演全套行不？我们是演员，不是傻子。你们全是大忙人，我也就不留你们了，坐车走吧。江哥，确定要执行这个合同吗？收取摊贩的30%营业额作为运营管理费，我总觉得可能要出事。让开，都让开！都听着，江哥决策，从今日起，黑龙夜市进行统一管理，所有摊位不得售卖任何问题商品，否则逐出黑龙夜市。还有，每天闭市后必须处理好摊位环境卫生，屡次脏乱差者也将逐出黑龙夜市。最后一点，从今日起将会收入摊位30%营业额作为运营管理费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惊，收他们30%营业额作为管理费，这比打了他们还难受。要知道，大多数摊贩利润也就6-7成。凭什么我们粗人粗力粗本劲儿？凭什么你们敢分3成？你知不知晓，老子每天把这些花甲粉拉到夜市要花多大功夫？你知不知道我们2口子一天在这叫卖8个小时要耗费多大精力？就是凭什么要我们3成营业额？这不明抢吗？做人没有这么做了。就是当初让老子来摆摊时，你们怎么说的？不说免摊位费吗？现在要钱，出尔反尔，有没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？此时叫嚣声一波比一波大，但其实他们对黑龙要收费是有心理准备的，谁也不傻。堂堂夜市要花费大量钱才搭建，可谁都有个侥幸心理。安静，交不交是你们自己的事。但江哥说，今晚不补签协议的人，明天就不用再出摊了。哎，石哥，最近发财啦，才注意到你又换车了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就今晚，地点黑龙总部，截止12点前，过时不候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此时，众摊主看着离去的黑龙学生，无比愤怒。黑龙真黑了心，什么钱都要挣，30%营业额，他怎不去抢？我就知道黑龙没养好心，免摊位费，结果就这。妈的，黑龙还能翻了天不成？老子辛辛苦苦挣的钱，他想分就分，老子今天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清晨容易送神难。我也倒要看看那秦江有没有3头6臂。兄弟们，有他俩在前面冲锋，咱们何尝不去看看？人多力量大，只要咱们团结起来，还怕他一个秦江不成？很快，所有摊贩全部向直大冲去。这年头摆摊的似乎还都有点江湖气。见秦江，见秦江，见秦江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里是大学校园，岂能让你们随便往里冲？我们要见秦江，要跟他谈谈。见秦江？行，等着，我让人去通知。让他们进来。进去吧，左转第一个3层楼就是黑龙公司办公驻地。记住，这里是大学校园，不要喧哗。此时摊贩开始涌入直大，顺着方向前往黑龙公司。可刚到门前就面色微变，只见上百个身着校服的小弟背着黑伞，眼神冰冷的等着他们，这让所有摊贩都下意识地吞起一口气，费3分。江哥，让你们进去。听说你们其中有人想闹事，哼！我这个人很好说话，跟我合作，我会让他有好果子吃；跟我作对，我也会让他有好果子吃。现在要跟黑龙合作的站左边，不打算跟黑龙合作的直接出门右转，一切全凭自愿，绝不强迫。震惊、害怕、恐惧，此时种种情绪蔓延在摊贩心头，他们怎能听不出秦江话里威胁？但此时没人再敢出头。秦总，你曾经说的那个保底没底啊！啊，没底，你不用签了。江哥说的话听不懂是不是？滚出去！我就是问问，我没说不签了，你们不能这样，我要摆摊，我要签合同。你们还有想问的吗？阿涛，等这些摊贩签完合同，立即召回所有核心人员回公司，我有重要事情宣布。是。黑龙成立至今已有2个月，在这2个月时间里，你们做的都很好，我很欣慰。但公司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无架构不成体系。今天我宣布，黑龙将成立5个部门，分别是夜市管理部、营销部、运输部、财务部、安保部。夜市管理部王涛负责，是；营销部孙源负责，是；运输部丛林负责，是；财务部白鹿负责，是；安保部赵山河负责，是。另外，黑龙公司设总经理1人，副总经理2人，总经理由我本人担任，副总经理由朱正、魏彪担任。朱正负责统管营销、夜市、运输部门，魏彪负责安保部，他们2人只需向我负责。明白。
各部门下分细化组，由部门经理推举人员上报获得批准。从今以后，各部门内部人员凡有突出贡献，组长申请，经理批准奖励；组长有贡献者，经理申请，主整批准奖励。凡有突出贡献外围人员，由组长以上人员推荐，完成考核可入核心人员。现在正式设立，编号暂定共108个，我为首，主整2493，以此类推往下，先立36位，剩余72位由核心员工竞争。最后，阿正，你去申请公司图标，将出黑龙，顺便把囚牛、睚眦、炒风、蒲老、酸泥、碧蟹、碧岸、腹蟹、赤纹等9个子商标全申请下来。是。这黑龙夜市把摊贩和人流量都抢光了，我们还怎么做生意？确实，虽说他们现在收取摊位的30%营业额，但是奈何黑龙夜市太过火爆，还是让4处的摊贩前赴后继的加入黑龙夜市。这秦江别说还是有两下子，什么往虹桥同心锁的，咱们怎么没想到呢？但他夜市现在搞这么大，就不能让他出点乱子吗？你说的意思我们明白，一些手段我们也尝试过，可秦江在学院路名望太盛，根本没人敢跟他作对。钱和刀疤那几个混得有名的都被秦江收拾过，现在的大学城，秦江可谓是一手遮天了。看来我必须找那个人出面了。江哥小心。你来做什么？最近治安抓得严，过段时间再洗。没事别在我面前晃。有事有事。盛哥，是夜市那边出了问题。你听说过黑龙夜市吗？好像听人提过。怎么了？黑龙夜市是前不久刚开的夜市，一开始就火爆异常，甚至引来明星逛街。现在每天人流数万，营业额几十万。什么？一天营业额几十万？真嘟假嘟？千真万确。盛哥，是这样的。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，刘波将黑龙夜市如何爆火等情况一口气讲了出来。你说黑龙夜市是一个叫秦江开的？秦江？这好像前不久听我们家吴老三说过，学院路有个混社会的装逼青年。对，是挺能装逼，不过也有点本钱。据说他手底下小弟好几百，一呼百应，在学院路只手遮天。哼，区一个地方混混，领几百个小卡拉咪而已，他懂什么是混社会吗？这是交给我了。说，谁让你做的？说出来免死。哼，不想说就别说了。黑龙是家正规公司，从不做强迫他人之事。你走吧，路上小心。我说是虎哥朱铁虎，南区3平大道扛把子。他说给我5000块钱，让我来弄黑龙夜市，给给江哥点教训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鬼迷心窍，被金钱蒙蔽双眼。江哥，我全说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朱铁虎电话号？那个我没有虎哥号。150巴拉巴拉巴拉，跟他通话，用你自己的语气，自己想办法。我需要通话里出现他本人名字，他够你报复啊，以及黑龙夜市的情况，还有装作知道他后面还有人。你要做得好，我保证黑龙所有人不会再为难你啊！我打。喂，是朱铁虎哥吗？我是黄毛啊，电话坏了，借朋友的用着，马上要动手了。可秦江在大学城势力很大，你让我弄他，还要在黑龙夜市投毒，就给5000块钱，是不是有点少啊？黄毛，你他娘疯了，敢跟我讨价还价就5000块钱，爱干不干？朱铁虎，你不给我加钱，我就不干。我听说你也是中间人，你挣得比我多。朱铁虎也是你叫的，我当中间人用你管？黄毛，你他娘在哪呢？告诉我你在哪？江哥、郑哥、大哥，电话我打完了，我能走了吗？走，当然能走。谢江哥，大温必定涌泉相报。他受人指使要给黑龙夜市下毒，还要暗害黑龙总经理秦江。这是他的口供录音，以及他刚刚跟背后的人打电话的录音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查清事实，找到幕后主使者，敢买凶犯法是大罪，带走。江哥，游泳来电话，说黄毛背后的人抓到了，是刘波。刘波，看来天华夜市要对咱们下手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哥，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你就快进去了。谁让你去对付那秦江的？你查过他的底细吗？知晓他的情况吗？他不就是学生混混吗？我打听过，他老家下边县城的。你是哪的？你不也是县城农村出生？当初咱俩只不过是借势才把生意做起来，而秦江直接从无到有2个多月，弄出个年营上亿的知名夜市，你认为他没靠山？他的靠山能不硬？我跟你说，他要有靠山还好办，他要没靠山反而更棘手。一个20岁青年赤手空拳能打下这么大基业，他的手段不可估量。这样的人要么结交，要么漠视，就是不能得罪，否则就是灾难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已经得罪他了。既然得罪了，那就只有2个办法，要么解决他，要么拉他上船。哥，你是说？对，又弄到几条大鱼，要把他们吃下去，必须扩宽渠道。黑龙夜市人流那么大，营业额1个亿不少，把他拉进来，利润可以多分他点。记住，找秦江好好谈，这世界就没永恒的敌人。
等你半天了，不是让你来的时候低调些吗？你这……走吧，你领导在哪个屋？直接带我去。等你半天了，不是让你来的时候低调些吗？已经很低调了，走吧。你怎么一点也不好奇谁找你？为什么要在这里？哼！秦江此时没有说话，因为从白猛突然联系他就猜到应该跟周华、周胜两兄弟有关，但他不清楚为什么这一世要把自己拉进来。来，入冬天冷了，一起吃点火锅热乎热乎。好啊，当然。你真敢跟我们一起吃？作为华夏公民，我有权利跟任何人吃饭，不是吗？好，上肉。华夏正打击洗钱行为，我是刚刚查到巨额洗钱情况，金额巨大，其中不乏利用夜市洗钱行为。不知秦总可否听说过？听过。我是最近发生不少拆迁户跳楼自杀以及人员失踪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又知道了？当然，不就是华盛集团吗？他经营的赌场，洗钱也是他。那些拆迁户也并非全是华盛干的。松江拆迁暴富这么多人，可全都是大肥羊，不知多少人盯着。华盛只能说占大头。你也参与了？我要参与，还能在这跟你们坐着吃饭？再说几个大拆迁户那点钱算什么？就算把他们全弄完，能有多少？几个亿？呵呵，我可不放在眼里。那你对华盛集团怎么看？怎么打算让我对付华盛集团？说说我为什么要对付他，又能得到什么？每个公民都有配合义务，你还要报仇不成？华夏法律，每个公民在有危险情况下也有自保权利，不是吗？什么危险？我们还没说你们就只有危险，还谈什么得失？不知哪条法律说不能谈得失？不知哪条法律说必须冒着危险配合？华盛集团真要能轻松对付没危险，你们又何必来找我们？说说你的条件。便宜之权，凡在事情结束后，任何事情予以不追究，要正式落实在纸张上，必须由你们3人签字画押，录像备案。不可能，你想什么呢？真给你这个权利，你不得翻天，万一做什么出格的事，谁能担得起？开什么玩笑？那就没得谈了，我也怕死，也要为自己安全考虑。怎么办？现在也就黑龙比较合适，可偏偏他暗地里是白的不怕咱们。看来从开始他就不打算趟浑水。别着急着下结论，否则他不会来。汪峰，你再去跟他谈，变之权不可能，但只要不涉及人命，不涉及无辜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得尽快铲除华盛。老师，钓到了吗？钓鱼要的是闲情雅致，钓没钓到鱼并不重要。怎么，他没同意？也不算，只是提出的要求很苛刻，而且看起来他对咱们很警惕。正常，从他经历崛起过程就能看出他是个无比谨慎的人。等着吧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他现在是块肥肉，就算他想置身事外，别人也不会允许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赵开来。我知道是你，小赵。最近这夜市也该整顿整顿了，闹啥样的都有。我看那黑龙夜市就很不错，记住一切合法合规，上头最讨厌有人权力滥用。是，领导，我这就安排人手准备联合行动。江哥，刚刚天华夜市发来邀请，说明天要举办开幕仪式。开幕仪式？是的，这段时间天华夜市改革很多，把咱们的网红桥、同心锁以及标语全部原封不动的抄袭了过去。哼，抄袭完还敢让我去，真够猖狂的。阿正，着手准备黑龙夜市下月升级，推出新品奶茶，一个专门做高端路线叫霸王茶，一个做亲民路线叫雪夜冰城。好，那江哥，天华的开幕仪式回复天华，明天开幕式，我会亲自去。呼愿大公子叶则道。叶大公子来了，稀客稀客。华盛集团盛总道。圣兄大驾光临，我天华夜市蓬荜生辉啊！秦江呢？不是说他答应今天来吗？老子倒要看看他今天还装不装。没来呢，估计不敢来了吧。再说他有什么好装的？别说人流，就算摊贩，我今天都抢他100多个。哎，程总，前段时间听说您亲哥哥华总让您给秦江道歉，怎么今天？闭嘴，少拿我哥来压我！我周胜是什么人？岂能给他一个学生混混低头？33888，秦江的车牌，他还真敢来，好大的胆子！就4、5台车，里面撑死20-30号人，这么点人，就算闹事也不怕。来得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哼，除了天华和黑龙2个字不一样，其他全部照抄黑龙夜市，真有你们的！哎呦，这不是秦总吗？欢迎秦总大驾光临，你看看我这天华夜市不错吧？全是心意，一切还要向秦总学习。生意嘛，不就是你抄我抄你吗？哼！我操，他天华老板要跟他握手，他就这样走过去了。是呀，这也太猖狂了，天华夜市老板的面子都不给。江哥，刚刚真是太解气了，你没看见那天华老板的脸都快绿了。
咦，江哥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了新车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兄弟们，根据上头指示，联合行动于今天正式开展。一队跟我去天华夜市，2队去黑龙夜市，其他小队全部前往学院路周边夜市。此次联合执法，对于不合规夜市应立即处理关停，现场会有治安员辅助执法，全程互相监督，不得有任何跟外界交流行为。保证完成任务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妈的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盛总，开幕式时间到了，你看。开吧，我没工夫在这待，分分钟100万上下，岂能浪费在这？好的，我宣布天华夜市。谁是天华夜市负责人？我叫马德忠，城市管理部门的，请出示天华夜市的相关手续。啊，手续啊，好说。那个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请立即出示相关证件，否则我们将立即关停夜市。秦江肯定是他搞的鬼。怎么连天华夜市都敢查？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天华夜市是谁资助的吗？盛总，这个我们当然知道，但是这是上面的意思。什么上面的意思？叫你们所长赵开来过来。你要叫谁过来？哥，你怎么啊？你再这么狂，华盛集团迟早让你毁了，滚回去！就这，我还没动手呢，你们先自乱阵脚了。江哥，这联合执法恐怕是专门针对咱们夜市的。但也别担心，这大概率跟上次白猛带我见的那帮人有关。他们现在只想拉拢我，还不至于对黑龙夜市出手。走吧，回去。且慢，秦总，华盛集团，周华。根据现在的局势，学院路附近的夜市基本都被停业整改了，能不能再开都是个问题。现在正是我们扩张的好机会。白鹿，你那边立刻安排抽调资金1500万，准备扩展2大奶茶品牌，各个部门互相协作配合好。1个月内，我要松江每个区、每条繁华街道都有黑龙霸王茶、雪夜冰城的品牌店。江哥，15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以现在黑龙公司体量，这笔钱基本要把所有储备资金全用上。无妨，按照黑龙营业额，只要保持下去，流水不会出太大问题。可1500万，黑龙霸王茶大概能开50家，雪夜冰城大概也有个60家，这么多，怕松江一时间吞不下去，而且人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齐。松江吞不下，就像北省其他市扩张，奶茶品牌扩张不会涉及太多，只要手续齐全，剩下就看如何经营。至于人员，我会找吴越去说。什么？你要让大3实习生全安排去干服务员？堂堂大学生卖奶茶，开什么玩笑？老吴，你也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堂堂大学生，咱们学校含金量想必你也清楚，有几个企业认可咱们学校学历？就在松江1亩3分地都没几个企业认可。再说，我也不要实习生全去，我要的不是机电、护理等好就业学生，我要的是什么动漫、计算机、工商管理、金融管理等等这些。不是我说，咱们个大专弄这些专业做什么？哪个公司有病，请个大专生管理？就这些毕业就失业的学生，全弄我那去。可他们毕竟也是大学生，学校鼓励他们去实习干服务员，这也太什么？没面子是吗？你们这些个做领导的也真是够悲哀的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走不出面子这2个字，怎么非要他们毕业了去工厂当普工，1个月300？你别说，还真不如干服务员挣得多。谁跟你说他们是去干服务员？他们加入的是黑龙公司管理部，我给他们的身份是管培生。管培生？是的，管培生，顾名思义，公司要给未来管理部门着重培养的实习生，也就是未来都有可能成长为黑龙公司中层甚至高层领导。奶茶只是他们的起点。好，管培生就叫这个管培生，我马上让王主任准备，近期就在学校开展黑龙管培生招募会。秦江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闯，跟我叫嚣我还能跟你玩完？敢跟我哥叫嚣，我要让你看看阎王长什么样。郑总有什么吩咐？秦江，我要他死。我利用直销夜市赚取上百万，却引得同行妒忌，惨遭报复，大难不死，劫后余生。我召集所有兄弟前往复仇。目标出现，共3辆车，前方1台奔驰轿车，后方2台越野，预计10分钟后达到指定地点。收到。要到达第1路口，要到达第2路口。不好，快走！江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看看49阿正怎么样？正哥，49哥，任务失败，目标安然无恙。老卡被抓，是否需要救援？让他必须咬死，绝不能透露出任何关于华盛的消息，否则他清楚后果。明白。江哥，
江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需要报治安队吗？没用，很明显这是有人蓄意谋划的。就算被抓，说辞也肯定提前讲好了。江哥，这应该是华盛集团干的。昨天在天华夜市开业上，没给他们面子就玩下三滥手段。不用猜了，就是周胜干的。既然他们想玩硬的，那就看看谁的拳头更硬。阿涛回职校，召集所有黑龙公司成员。所有黑龙公司成员立刻集合！所有黑龙公司成员立刻集合！兄弟们，华盛集团背信弃义，不无王法。眼见叶氏无法与我黑龙竞争，便私下对我及其公司人员痛下杀手。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干！是时候给治安那边打声招呼了。哎，江哥，你换新 iPhone 了？那多贵呀！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更爽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。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，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。这不是说黑龙是正规公司吗？怎么看着不像啊？你懂什么？他们可能是出去讲理去了。秦江，他疯了吗？哪有这么大动静？我这副校长刚转正几天，到底还能不能坐稳了？这华生也真是的，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呀？什么？秦江出车祸了？太好了，真该！我就说华生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什么？你说他人没事？妈的，他命咋这么硬？卡车都撞不死。什么？你说黑龙刚刚召集了上百人？误草！看来秦江要动真格了。不行，我得给你们添把火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举报在白金汉娱乐城即将有一场大规模械斗。对，你们快派治安员去，越多越好。领导，职大内有数百名学生聚集在黑龙公司大楼前，白鹿同学也在场，暂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继续侦查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，领导。那白鹿小姐怎么办？要不要派人把她带回来？不用了，她已成年，尊重她自己的选择。你说的条件我答应了，合作开始。好，合作愉快。但我仍要提醒你，不得伤害无辜的人，不得出人命以及重伤，其余皆可在合作范围内。老师，果然如你所料，秦江和华盛集团碰上了。刚刚汪峰来电话说已经同意合作，但据汪峰汇报，秦江现在正集结了数百人向白金汉娱乐城开去，不知道会闹出多大动静来。想来动作不会太小，可根据他过往经历来看，应该不会太离谱。我们先静观其变。华总，不好出事了！秦江刚刚出了车祸，是盛总干的。这会儿秦江一伙人看起来有点癫狂，直接带了几百人正杀向白金汉。什么？我这愚蠢的弟弟啊！不行，不能让小盛跟他碰上，否则容易出事。快，立马派人带小盛走，不要待在白金汉。一会儿秦江到，你尽量拖延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周家白养他这么多年，干掉秦江都做不到，还要他做什么？就算今天没把秦江撞死，估计也把他吓够呛，肯定能让他害怕一段时间。他倒霉，老子就高兴。去，重新找几个新来的好看的，老子今天要嗨起来！都什么时候了还喝酒？快跟我走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赶快走！我不要酒，来不及了，要吃席了。谁结婚啊？给我把音乐关了。你听着，你干秦江的事已经败露，他现在带了几百人杀过来，明显冲你来的。你哥让你立马离开白金汉，跟我走。你说秦江带人杀过来了，他怎么敢如此？他到底有没有把华盛放在眼里？再说他出事凭什么认为是我干的？他有证据吗？不管是不是你做的，也不管秦江有没有证据，显然他已经把事情安你头上了。跟我走，别跟他碰面，把矛盾扩大。我不走，我要走，岂不让人以为我怕他？这里是白金汉，不是他的黑龙夜市，在这里我说的算，在这里谁他妈敢动我周胜？江哥，我们的人已经全部集齐，一切只等江哥吩咐。把白金汉娱乐城围了，一个苍蝇也不要放出去。剩下的兄弟随我冲！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也敢来闹事？推上去！废物！前厅那帮纯废物，周旋几分钟都做不到。所有安保集合，抄家伙不要怂，给我干！只要能坚持到华总赶过来，一人奖励1万。盛总，你必须赶快走，不是你怕秦江，而是敌众我寡，暂避锋芒而已。对，我应该赶紧离开，从外面集结兄弟反杀回来，把秦江堵住，来个瓮中捉鳖。盛哥，经理，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，他们从楼梯杀上来了，人太多，铺天盖地，根本看不清，全是黑山。那个秦总，鄙人白金汉副总，您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什么事何至于此？何至于此？
现在呢？我说这是个误会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秦江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的背景？你知不知道华盛集团的背景？管你什么背景，敢惹江哥，找死！我在职校赚取上百万给弟兄花，对手却想让我和兄弟们回老家。松江没有孬种，我立马召集上百个弟兄直冲对面公司大楼，势必要与他来个黑暗黎明。此时，只见华盛集团董事长率人前来，围观众人也纷纷面色期待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老牌社会大佬。哇，周华来了，这可是华盛集团真正扛鼎人，你们说他会怎么做？能怎么做？肯定第一时间带人反杀上去，黑龙公司都齐连打了，这能忍？就在众人期待时，却发现华盛的人全停在原地没动，反而周华自己孤身前往白金汉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要见秦江。江哥，楼下周华带人到了，他说要见你，用不用我们把他扣住？因此，黑龙成员纷纷手持黑伞，蓄势待发。这让周华内心一凛，他发现华盛真有点过时。曾几何时，华盛兄弟也无比朝气，可现在大多数兄弟跟打工人没什么区别。让他上来。等等，搜身。什么意思？别废话，把手举起来。你带着枪，你到底什么居心？习惯而已。江哥，一案要求搜身，这些都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哎，秦总最近发财了，居然又买了新车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哥，你终于带人杀上来了。秦江，就这个瘪犊子把咱们白金汉给砸了，还敢打我？周胜说到一半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突然发现只有哥哥周华自己进来，后面并没有其他华盛人马，反而是更多黑龙的人把他们围了起来。此时周胜不可置信地问道：哥，你也被抓了？华盛败了？闭嘴！秦总，我弟弟年轻不懂事，你看。秦江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直接说事情怎么解决，干嘛要动手打人？哼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秦总，我承认今天的事情是我弟弟鲁莽，可你都杀上来把我白金汉给砸了，人也全给打了，还把我弟弟弄个半死，这些还不够吗？你弟弟想要我秦江和底下兄弟的命，现在我还没把他打死，你说够吗？周华此时浑身一颤，他来时也收到各种信息，自然清楚秦江的车被撞翻，但几人都没什么危险，只有坐在后排的49受伤严重。幸亏没出什么人命，要不然今天怕是无法挽回。秦总，是我弟弟不懂事，你说怎么谈今天就怎么谈。好啊，把这平白的干了，或者我剁掉他一根手指，这是才有的谈，你自己选吧。秦江，难道你真打算跟华盛不死不休？不死不休，好啊，那就今天鱼死网破，你让你的人杀上来，咱们就在你这白金汉来个黑暗黎明，我敢，你敢吗？周华眉头微皱，他内心其实并不想跟秦江鱼死网破，带人杀上来必定是下策，那样只会让双方到不可化解的地步，而且到那时治安必定介入，白金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也都会暴露。不用琢磨了，我猜你上来前应该跟下边的人吩咐好了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你们就会联系外力介入，但实话跟你说，不会那么快来的，你就不必等了，除非这里出了人命。这一瓶我干了，就当替我弟弟赔罪。现在可以谈了吧？说说你的要求，但时间不多了，别闹得最后大家都收不了场。签了这个合同，今天的事一笔勾销。周华拿起合同，里面的内容让他面色复杂。明明黑龙几百多人冲进白金汉，把里面打砸的不像样子，现在却弄出个拆除合同，有种打掉牙还要往自己肚子咽的感觉。好，合同我签。江哥，按照事先安排，进入到各个楼层的弟兄搜到不少证据，有了这些，华盛洗钱的罪名怕是要坐实了。很好，让所有弟兄带好东西，马上撤。治安队那边拖不了太久。是。哥，他们马上就走了，快动手啊！我们跟他拼了！闭嘴！你还要蠢到什么时候？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笔账暂且先记在他头上，这个场子我华盛必定要找回来。我在职校召集上百弟兄复仇社会大佬，凭着一腔热血冲烂对方公司大楼，并让其喝下烈酒签署协议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发起商业总攻时，对方却直接调动大批警员。江哥，雪夜冰城和霸王茶2大茶饮品牌已经准备完毕，明天上午10点，80家门店可按计划集体开业。很好，现在我们的唯一竞争对手华盛集团已经不足为虑，有了他们的把柄，干倒他们是迟早的事。明天开业是我们的重中之重。猴子，你要确保明天松江的每条街道大厅都有我们奶茶的广告。是。对了，江哥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华盛集团让人送来请帖，约你明天去天上会所一见。哦，华盛，哼，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吗？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回复他，明天我准时到。
欺人太甚，这秦江分明是骑在华胜脖子上拉屎。是啊，老舅，这次你一定要下场啊，不然华盛集团真的要撑不住了。帮肯定是要帮的，不过据你所说，这个黑龙公司也算是一家正规公司，而且还有些背景。老舅，这些我都想好了，明天我已经将他约到了天上会所一见，到时候你只管派大批警员过去封住现场即可，剩下的我会和秦江在里面解决。这次我已做好万全准备，到时不论里面发生什么事，您务必帮我压下来。这也不是难事，但你切记不可闹出人命，不然我也不好兜底。哎呀，秦总，真没想到你能答应我的邀请，真是惭愧啊！哎，秦总，你换新 iPhone 了？那多贵啊！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更爽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，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，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。今天你能来就是给我面子，所有消费我买单，就当是给你赔罪了。哦，你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但你们华盛什么时候会知道怕了？我看你怕是要落网了。秦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何必明知故问？你这么着急洗钱，是怕上面动手来不及了，还是想先拉我下水？你从哪得到的消息？我就是参与准备弄你的。你说我为什么会知道？你有多少钱要洗？6个亿。6个亿？我倒是小看你们华盛了。这样，我会向上传达，你有15亿要洗，共分3次，第一笔2个亿，第二笔4个亿，第三笔9个亿。这样在洗完第二笔，你就可以离开，远走高飞，再无忧愁。我要付出什么？2个亿现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认为你还有其他选择吗？先给我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等你第一笔弄完再给我就行。我这人还是很讲信用的，更何况现在这笔钱没有我你也洗不出去，还不如分我点。周华看着秦江久久无言，秦江的突然开口把他的很多计划打乱了。毕竟谁能想到秦江上来就说自己是治安卧底，直接明牌，但现在又说分钱，这些让他有点懵，什么意思？倒双面卧底？秦江，2个亿你也真敢要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这都是你逼的。秦江，我原本不想跟你鱼死网破，但你不让我好活，我也不能让你好过。江哥，楼下出现大规模警员，封锁住了大楼各个出口，你们没事吧？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周华、周胜还有底牌。秦江，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，黑龙和华盛在这松江势必只能存在一个。上。众兄弟们不要慌，随我杀出去！都给我！今天立功者，华盛拿出1亿利润，通通分给你们，不要闹出人命，废了他们即可。都给我上，全都给我上！江哥，不行，人太多了，而且大门口已经被他们封锁住了，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先找一个房间再做打算。兄弟们，随我退！白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学院路为什么会出现大批警员？你为什么不告知我？什么？这个我也并不知情，所里警备力量都在，并没有被偷调走。那大概率是市局有行动。市局？华盛兄弟的底牌竟然是市局的人，而且冒着洗钱风险给他们兜底。秦江，你别着急，我立马联系我父亲，问问什么情况。朱正，现在听我说，如果一会儿我有什么意外，你一定要带领黑龙的兄弟们继续干下去。华盛他们要针对的人是我，不敢拿你们怎么样。江哥，别这么说，我们誓死也要保护你。江哥，我们誓死保护你。兄弟们，你们看，这里是3楼，我们直接从窗户跳下去。届时你们打开黑伞，定无大碍。他们在这，快来人！20年前的老板有多狂，竟能调动大批警员做人墙。我召集出上百职校好兄弟前往谈判，竟被对方逼得跳窗逃生。江哥，你快走，我们来挡住他们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们，都别废话了，跟我一起上。49，送江哥走。江哥，对不起了。兄弟们，跟我上。华盛，为什么我重活一世还是无法破局？没有钱我活不下去，现在有钱没权，这钱却如同烂纸一样。秦江，你没事吧？白马，你们终于来了。秦江，事情都查清楚了，是市局的人下的命令，而且那位领导据说还是周华、周胜的老舅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介绍，这位是家父。
叔叔好。我知道你，秦江。据白猛说，你救过我女儿的命，这么久了还没当面感谢你。叔叔，先别客气了，我那帮兄弟还困在大楼里，你们快派人去救他们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他们定不敢乱来，放心吧。叔叔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进仕途。哦，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？你那黑龙夜市不是正做的风生水起吗？叔叔，想必你也看见了，纵使我准备的再万无一失，他华盛两兄弟一句话就能调来大批警员，把这天上会所围得水泄不通。我那帮外面的兄弟进也不是，不进也不是，我不想再让他们受伤了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奥迪 A3，只花了6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进评论区看看吧。嘿嘿。秦江说的是真的，他重活一世就是想让自己的兄弟过上好日子。可毕竟商场如战场，你要断人财路，别人可能真的会跟你拼命。但如果你黑白2道通吃，别人动你就得掂量掂量了。既然你有这个决心，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。正好白猛他前不久刚刚提拔为魔都市局局长，也需要有自己的班底。白猛回去安排一个特招名额，3天之内联系好秦江所在学校。父亲，走特招吗？这恐怕不太好吧？听我的，我看人不会错，人才难得，白墨了可惜。秦江3天后来市局报道。江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是啊，江哥，我们舍不得你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不用搞得这么伤感啊。虽然我暂时不在学校住了，但是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阿正、四九、阿涛、白鹿、猴子冯林、赵山河，以后黑龙，你们要多费心了。你好，我是新入职警员秦江。哦，秦江是吧？你的入职信息都已对接办理好了，现在可以直接去101会议室等待岗位分配。好的，谢谢。这谁呀？我还以为大白天见鬼了呢。怎么，秦总这是来市局告我华盛集团的吗？前几天天上会所一见，你还没搞清楚我华盛集团的背景实力吗？卧槽，你他妈敢打我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？哼，这里是警局，虽然我还没有分派岗位，但我已经入职，就是一名正式警员。你刚刚的行为是公然袭警，打你都是轻的。什么？秦江，你他妈在搞什么飞机？你不就是个混混吗？什么时候变成警员了？此时，随着大厅的吵闹声，今天前来入职的新警员也都涌了出来，纷纷看起了热闹。其中不乏找了关系的，很快就有人认出了周胜。新来的同志，算了吧，这小子的亲戚可是这里的领导，你打了他，没有好果子吃的。看到了没，秦江，他们都认出我来了，你还不赶紧松手？我老舅可是人事科副科长，你们新警员分派岗位都得他点头说了算。现在赶紧给我跪下道歉，否则我让我老舅整死。秦江，你他喵的是不是疯了？我让你给我跪下！住手！我看谁敢打我外甥！话音未落，一个中年男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虽然身着便装，但大厅里也有不少人认了出来，他就是市局人事科的副科长陈清波。老舅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当众打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连我侄子都敢打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此时，秦江已然听出了陈清波的身份。虽说有局长白猛作为靠山，但他万不得已也不能成为过错方，所以此时不能挑明，更不能向对方确认身份，只能继续装作不知道。你是他的同伙，他在警局公然袭警，我依法进行正当防卫，同时警告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。你想什么呢？一个新来的小警察还敢警告我妨碍执行公务？行，有种你把我也拘了吧，我看你他妈有没有这个胆子。我是人事科。忽然一阵惨叫声响起，整个大厅都静得可怕，谁都没料到一个新来的小警员竟敢给副科长扣了。但秦江此时也是逼不得已，他不能让陈清波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否则事情就变得麻烦了。我是人，我已经做过警告了，你还辱骂执法人员，现在我依法对你行使强制措施。麻烦谁帮我叫一下治安科的同事，对他们进行逮捕。静，安静，安静的可怕。周围所有人全都被秦江的操作给震惊住了。能考上公务员的可没有傻子，大家全都看出了陈清波的身份。这时候谁还敢乱动？秦江，你完了！我老舅可是人事科长，你这次算是彻底完了。就在周胜大喊大叫时，人群忽然分开，一个大约50岁上下、身穿警服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你放开他！报告，我是今天新入职的警员秦江，这2个人在警局里无故袭警，我在经过警告之后，依法对他们执行了强制措施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管他是谁，违法就要受到制裁，这是警察的职责所在。看到秦江严肃的表情和他一板一眼的回答，此时吴志明的脸上却出现了一抹笑容。你简直胡说八道！你闭嘴吧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们继续等待岗位分配吧。陈科长，跟我去办公室一趟。
哥们儿，你捅娄子了！刚才被你抽耳光的可是负责咱们这次分配的陈科长啊！是啊，兄弟，你也太冲动了。不对，难道说你的后台比陈科长还硬？我哪有什么后台？但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我刚刚就是依法办事而已啊！依法办事？听到这4个字，几人脑袋都嗡了一下，但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只见刚刚接待他们的女警员走了过来。现在宣布一则消息，由于市局人事科副科长陈清波刚刚被调走了，所以大家的岗位分配问题会有些延迟，请所有新入职警员暂回办公室等待。诺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喽。啊，江哥，那你不应该在警局接受岗位分配吗？怎么叫我们来接你了？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了。陈清波宣布被调走后，我就被安排了行政休假。别看那小小的一间办公室，里面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，派系斗争严重。有人想让我走，有人想让我留。这样我说啊，江哥，你干脆就别去了，这哪有咱们黑龙待着舒服？是啊，江哥，兄弟们也不能没有你啊。这个我再做打算吧。好了，先不提这些烦心事了，正好也快过年了。阿正，明天你去把云顶酒店包下来，别的公司都有年会，咱们黑龙当然也不能少。是时候也该让兄弟们开心开心了。第二天，黑龙年会如期举行，所有人在看到秦江后心里踏实了不少，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黑龙全凭秦江带领他们过五关斩六将，从默默无闻再到扬名整个松江。这半年来，他们守工厂、建夜市、要地皮、战华盛，一切的过往辛酸，他们的心里无不清晰。此情此景，所有人竟自发站直了身子，全部面向秦江。黑龙能有今日，你我能有今天，这一切全靠江哥，让我们敬江哥。言罢，所有黑龙人员纷纷面向秦江方位举起酒杯。秦江笑着起身，同样举起酒杯，没有废话，就一个字：干！我秦江不喜欢虚头巴脑，黑龙公司年会也不会歌功颂德。今天就3件事：第一，放假，从明日起放到初10，所有人员带薪休假。过年期间符合级别者可以选择对应公司车辆作为代步使用。第二件事，我宣布黑龙有限公司从明日起正式升级为黑龙集团。第三，发钱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；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随着几声巨响，成千上万张100元大钞从天而降，瞬间将年会推向了高潮。所有黑龙成员都沉浸在了年会的喜悦之中，个个开心的像个孩子。这一幕让酒店的工作人员都看湿了，个个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他们辛辛苦苦工作数载，好像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。今后大家如果有委屈、干得不舒服的，可以尽管提出来；若无法改变，则可以离开。我不怪罪任何人，大家也不必认为辜负我，因为那时的我已不是我，不值得你们追随。同甘共苦，生死不弃；同甘共苦，生死不弃。今天年会过后，大家可自行离开，回家过年。若因各种情况选择留校的，可以跟我一起回老家莲花乡过年。好耶，好耶！都说衣锦不还乡，可我秦江偏要试试。卧槽，北 A68888，这车牌号有点东西。我记得县里首付也就4个6而已。我了个老天鹅，还是车队，头车起码100万吧？里面到底什么人做？跑来咱们乡镇做什么？此时站在莲花乡镇口的青年男女全有些迷茫。对于2010年乡镇来说，能开100万级车的寥寥无几。按理说乡镇人应该全认识才对，但显然他们对这车毫无印象。大雨啊，这要是碰个子，准能过个好年。卧槽，有人，还他妈不减速！他妈！突然，男青年话到一半戛然而止，因为他发现来人正是当年在老家一人追着10人砍的大混子秦江。江哥，你回来了！我真不知道是你的车，我刚刚就搅黄了，真没问你的意思。此时，不止男青年老盖，其他人在老盖开口后也认出秦江，一个个下意识后退2步，因为前些年他们听父母说过最多的话就是离秦江远点。看来江哥在老家也很有威望。也对，江哥此等牛逼人物在什么地方没牌面？秦江此时没有说话，只是将车窗升到一半继续往前开。但这一幕给众人带来的震撼却无以复加，因为秦江2个字本就是莲花乡话题聚焦点，何况如今坐豪华车队归来，差一点这额上秦江自己起不要飞，幸亏自己爬得快。此时秦江透过车窗呼吸着独属于农村乡土的冷冽空气，这是他重生回来第一次见父母。其实他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淡定，因为前段时间秦江向家里汇了很多钱，但父母没有一点开心，反而提心吊胆。谁让他秦江上一世是混混的钱能好到来的吗？外面冷，你赶快进屋吧，正好看看饭菜再多弄点，省得不够吃，小喵能吃。再说他俩回来也会坐大客车，看时间点起码还要半个小时。行，姨，你换新手机了？之前儿子说的，让我去的左下角领的。领？有这么好领吗？我之前去看那些左下角，华为 Mate 60都被他们领完了，那你帮我也领个吧。上次没领到就干这套。儿子说左下角厂商答应给他粉丝准备专属福利，苹果16和华为 Mate 60 Pro 都有，库存没了立马补的。好的，那我马上去试试。哟，你俩这是不会小江今天回来吧？这不巧了吗？我家小贺今天也回来。此刻听见街道动静，附近很多邻居都走出来凑热闹，见不少人凑过来，曹母面色得意道：我家那臭小子跟我打电话说他今年要带对象回来。哎，这要说我家那孩子啥都好，就一点不好。
还有闯进，回来根本不方便。哪有小江好？就在松江，有啥事开车2个小时就回来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妈，这就是我女朋友林雪。叔叔阿姨好。爸妈，这都是小雪给你们买的。这是2瓶五粮液和2条西子，是给爸的。这是2盒燕窝，1个围巾，是给妈的。唉，那臭小子将来能找个3、4千工作，不惹事，别进去就行了。是啊，不惹事就行。我操！你们快看，大奔。好年轻啊！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有钱吗？是啊，这么有钱，这么年轻的大老板来莲花乡做什么？又停在老钱家门口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此刻，秦江的目光缓缓落在父母身上，凝视着2人略显呆滞的神情。他深知父母已然认出了自己，只是一时之间难以置信。望着2人那饱经沧桑的面容，秦江的内心不禁泛起一丝酸楚。这一世，他绝不允许再让父母遭受那些冷眼。俗话说，20年后子敬父，他的父也要别人来敬。这真是秦江，他咋会开车回来？秦江不应该是2流子混混吗？不应该吊儿郎当拖个行李箱回来吗？租的，肯定是租的，车是租的，人是租的，衣服都是租的。干爸干妈，书神，快进屋吧，外面冷。爸妈，我在松江开个公司，目前收入尚可。他们4个是我公司员工，也是我兄弟。今年就在咱们家过年。说着，秦江挥挥手，就见张弛及3个黑龙成员从后备箱中搬出各种各样礼物。爸，这些茅台你留2箱喝，剩下送亲戚朋友，烟也是，不用省，没了我再给你拿。妈，这些貂皮大衣你喜欢哪个穿哪个，1天1件，不要重样。哎呦，我早说小江有出息，你看看现在应验了吧？可不咋地，从小我就看小江有闯劲，现在在外面也闯出名堂了。江啊，你这车再不便宜，多少钱买的？带多少了？此时，周围邻居也都上赶着围了过来，有人不断恭维说着漂亮话，也有人下意识要打听秦江底细。什么贷款？江哥什么身份？买车能贷款？这都是有人孝敬江哥的，这车也就1800万吧。秦江他爸，你看这回真有了。当然，儿子争取的可是10倍加速链接，现在上线还能领个上古神剑，3件就能秒 BOSS， 这些不就轻松到手吗？正好趁此机会说几句，之前没领到手机的粉丝实在不好意思，这回我申请的福利链接库存很充足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秦家屋内，没等父母发问，秦江就把自己半年来事情简略说了一遍。但即便秦江说的很简洁，秦父秦母依旧呆愣在那里，久久无言。任凭谁也很难接受自家儿子在短短大半年内从小混到大公司老总。你俩可以问问49，他你俩怎么信吧？小彪，秦江说的是真的，真的。而且江哥现在是北3省首席青年企业家，上过报纸、电视的，而且学校也给江哥保送本科。秦父秦母面色一正，显然保送本科对2人冲击力也很大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秦江发财意义更大。儿子，你的黑龙是正经公司吗？与此同时，秦江开豪车带礼物回来的消息在整个莲花乡快速扩散。我在职校开公司，身价上亿，衣锦还乡，却被同村人在门前挂死狗。江哥有情况，外面好像有人闹事。妈的，谁干的？我弄死他！此时，几个黑龙成员看到字条后气愤不已。秦江刚回来就给下马威，这简直就是打江哥的脸，不给江哥面子，他们就要给对方吃鞋垫子。见此情形，左邻右舍也议论了起来。哎呦，老秦家小子又惹到谁了？把死狗挂在家门口，真吓人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在外面混得有多好，回咱莲花乡还不得握着？这死狗就是在点他呢。秦江咋地了？出啥事了？哦，爸，没什么，就是有只狗冻死了，没事儿，都散了吧。江哥刚刚在院子里发现的。秦江接过纸条，只见上方歪七扭八写着一行字，费很大劲，秦江才看明白话里意思，无非就是让秦江以后做事收敛点，同时反问秦江是否敢去小屋里玩2把，要是不敢，以后就消停眯着。是不是那个屎瘸子干的？江哥，我一会儿去把他给干了，扔粪坑里。江哥，我也去。别急，兄弟们，带我召集人手。今晚直接给他一锅端了。此时，秦江在看见死狗时就清楚这是无法善终，明显是史瘸子盯上自己了。以他上辈子对史瘸子了解，十分清楚对方是个什么人，贪婪没底线。这样的人要对付他只有2个办法：远离或者镇压。江哥，史瘸子是不是地头蛇？要不要我再弄点人来？哼！在莲花乡，他是瘸子，算个屁的地头蛇！说着，秦江掏出手机，直接打开通讯录群发了条消息。原本秦江是不想打扰在老家的这帮兄弟，因为上一世秦江离开后，这一波兄弟也全部都各谋出路，基本也不再混社会。但如今秦江已然混出名堂，怎么能忘了昔日好兄弟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江哥，干爸干妈已经睡着，没什么大动静，明天之前不会醒过来。江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快了，再等等。突然接到外面传来阵阵独属于摩托车的轰鸣，只见
部车向此驶来，一道道车灯光束把黑夜照得通亮，轰鸣声也将附近邻居惊醒。此时，只见一个个青年从摩托车上跳下，他们来到秦江面前，齐刷刷道：“江哥，自己人。”此时，张弛等在松口气，同时不由惊诧，没想到自家江哥在老家也有如此本领，随随便便就叫来20-30个青年。兄弟们，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，史瘸子今早给我下战书，今晚我就要办了他。听此，沈天赐等没任何意外。白天秦家院墙外被挂狗尸已传遍莲花乡，他们本就对秦江事情比较在意，自然知晓。再来的时候就基本猜到即将做什么，甚至知晓今日后他们平静生活要被打破，再也无法安定，但他们依旧选择前来，这就是兄弟。江哥，你说我们做？衣锦还乡，却被同村地头蛇警告：我召集昔日好兄弟，势必冲烂对方老巢。谁呀？是我，沈天赐。哦，天赐哥，咋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，我就不能玩两把了？天赐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按我干啥？就在此时，后方传来阵阵踏雪声。男青年抬头一看，迎面10多个青年走来，并且还看见让他无比熟悉的2道身影，直觉告诉他，今晚可能要出事。今晚后就没史瘸子这号人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是为照顾生病母亲，只要你配合，今天我保你没事。好。除了你，是不是只有2个人放哨？江哥，平常就俩，但这几天据说他们玩的有点大，才又雇一个。叫门。谁呀？秦江。听见秦江名号，屋里瞬间寂静下来。很多人听见秦江名号愣住，因为无论前些年还是这2天，秦江在莲花乡话题度全拉满。此时不少人看向史瘸子，今早秦家墙上有死狗事情，很多人知晓，而且谁干的基本也不难猜。莲花乡也就史瘸子胆干，有理由干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妈的，等这么长时间，以为他不来了，敢来就好，开门。雾草49，金刚49，江哥。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出声，仅秦江49两人站在那里，就把对面20-30号人镇住。废物，不就2人吗？他俩能吃人咋地？哼，你就是疯子江吧？我听过你的传说，厉害，我老是佩服。但今天来我这里做什么？玩牌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玩牌？我给你面子叫你兄弟，不给你面子你算个屁！咋的？在我这莲花乡，你还想一手遮天？上。秦江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跟我开战！别以为你人多就了不起，我老史混大半辈子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死磕到底嘛！真以为我老史背后没人？你就算在外面再牛逼，可这里是莲花乡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你就算在外面再牛逼，可这里是莲花乡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哼，又是一个跟我比人多的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打打杀杀？我们黑龙可是正规公司，兄弟们拖住他们即可，援兵马上就到。秦江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里是莲花乡，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，我想你也懂吧？况且我背后的人可是炮哥，我想今晚的事，你也不想被他知道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炮哥威慑我是吧？希望你进去的时候依旧如此猖狂，照死我，动手吧！别动！别动！治安！所有人举起手来，不得碰桌子上的任何物品，把钱放下。秦江，你奶奶的！你不懂江湖道义，你少废话，全部铐起来！照死我！人赃并获，下面就交给你们了。谢了秦江，以后有这种好事记得叫我带走。此时，沈天自己人还有点蒙圈、迷茫和不解，毕竟他们本以为今天是一场硬仗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们过来是打群架吧？那可是犯法的，黑龙有规矩，不允许犯法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沈天赐等听此更迷茫，群架犯法，不允许犯法，黑龙这都哪跟哪啊？秦江也看出他们迷茫，内心其实很开心，有这一群明明不知道前路，乃至认为前路叵测的情况下，依旧选择跟你的兄弟，谁能不开心？沈天赐，从今日起，你们正式加入黑龙啊！江哥，你还搞了个帮派黑龙帮吗？张弛，跟他们说说黑龙是什么？是江哥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，张弛也看出沈天赐等跟自家江哥关系非凡，直接把黑龙大致情况全部说了出来。即便张弛说的已经很简略，但沈天赐等听得依旧无比震惊。黑龙夜市2大连锁，年营上亿，员工上千，黑龙集团等等，你慢点说，我感觉我 CPU 快赶烧了。里面到底啥情况？快说说，到底谁赢了？好像是秦江赢了，现在外面站的全都是秦江的人，但房子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？糟了，史瘸子不会被秦江干废直接埋了吧？此时，同村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一波谣言似乎正在酝酿而生。江哥，快来啊！这山上的猪肯定好吃。四角，看你的了，这山猪力气大，我肯定按不住。
与此同时，赵所长因为昨天的事情，带着人来到了秦江家门口。同村人见有治安车前来，也纷纷围观。自打秦江回乡，他们每天最大的乐子就是吃秦江的瓜。昨天你们不也看见有人往秦家院外挂死狗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昨晚秦江就带好几十号人杀去史瘸子地盘，听说老激烈了，噼里啪啦打得惨叫不止。后来有人进去看了，里面全是血，据说秦江把史瘸子当场就给废掉，弄车拉走，没准现在都埋了。老秦家小子果然跟前些年一样，比前些年更狠。秦江呢？出去了，估计一会儿就能回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跑的。此时，秦父并不知道昨晚的事，似乎误会了什么。秦母看上去眼睛似乎也有点湿润。我就知道那臭小子没跟我说实话，钱有那么容易挣？你们放心，他拿回来的东西我全没动。秦叔，你误会了。赵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秦总，真对不起，可能让你的父母误会了。是吗？那你最好有事啊！哈哈，秦江，我此次来主要是跟你说，昨晚我们就对史瘸子突击审查，已经固定证据，马上就能走司法手续。此次他涉案金额很大，没有个10年8年，别想出来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。我去加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有85211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但史瘸子在县城有大哥，叫李达，人称炮哥。史瘸子每年就要把挣来的钱分一份给他，但这小子很谨慎，每次派人前来收钱只要现金。我们目前没有固定证据，无法对他进行抓捕。秦江面色平静，炮哥，上辈子他并未听此名号，显然对方未蹦跶多久，应该就被绳之以法了。所以你们打算是想让我引蛇出洞？啊哈哈，秦江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比我想的更聪明。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什么，我尽量向上面申请，奖金应该能有，但不会有多少。你也知晓局里资金紧张，奖状这个倒没困难。我要安全。准确说，我要父母在莲花乡受到重点照顾。周所愣住，他不是迟疑秦江要求过分，而是认为要求太简单。秦江帮他们抓捕罪犯，他们对秦江父母重点照顾完全合情合理。我保证重点照顾，职责所在。衣锦还乡后，我带人冲烂同村地头蛇，惊动了其背后势力。炮哥，喂，炮哥，史瘸子他们被一窝端了。此时李达面色难看，史瘸子是他小弟，后来被人打断腿就回了老家混，现在竟被一窝端。虽说人他不在乎，可这让他又丢了份来钱的路子。他不是说有3个暗哨保证安全吗？还能被抓，还一锅端。炮哥是这样的，据说他跟个叫秦江的对上，那人半夜带人给他干了，然后被治安趁机一窝端。那人跟乡里赵所好似有关系。秦江他哪里冒出来的玩意儿？就是个寻常混混，前2年普普通通，今年好似在松江发财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此时小弟把秦江大致情况说了一遍，李达双眸微亮，脑海浮现出2个字：大鱼。炮哥，咱们要是吃下这条大鱼，准能过个肥年。炮哥，我这就带人去。虽说这秦江就是个开夜市发财的小青年，租辆豪车回家过年装杯，但他毕竟认识赵所，也不好对付。我们先礼后兵，镇良，明天你带人去一趟，就说老子要跟他合伙做生意，共同发财。都打起精神来，前面马上就到秦江家，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把生意谈成，事后每人奖励2000块钱，现结。放心吧，振哥，今天这生意他秦江就是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江哥，有情况，有个面包车鬼鬼祟祟正往秦家驶来，车玻璃完全用黑色遮光挡住，有问题。自从上次答应与赵所开展联合行动后，秦江就让人在村口巡查，凡来历不明的车全要注意。终究还是来了嘛，就一辆车，看来这是打算先礼后兵啊！我这就召集人手，张弛，准备行动。江哥，你啥时候换上3折叠了啊？我也想要。我就知道你小子喜欢，给你留了一台。不是吧，江哥，你发财了，3折叠直接送。这玩意我左下角多的是，只要从我左下角注册登录，除了3折叠，新款华为 Mate 70 Pro 和苹果16 Pro， 现在年底回馈玩家还特地加了5000份年终福利津贴，先到先得，谁都能领吗？当然，认准我左下角专属通道，升级24小时包邮到家。振哥，前面有人拦路！妈的，老子的车也敢拦！我未等炮哥小弟说话之际，只听车外传来密集脚步声，好似有很多人向车靠拢。不好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此时，只见几人下车后，就已被秦江的人团团围住，20-30个面色冰冷的青年盯得他们心里有些发愁。你就是秦江，在下镇良，跟炮哥混的，今日是代表炮哥前来跟你做生意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做生意，秦江看着镇良几人面色不屑，以他2世经验都不用对方说什么，就能猜到那什么炮的打算。拿下！妈的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让这些瘪三见识见识咱们的厉害！保护江哥！啊！我的眼睛，秦江，你不讲江湖规矩，你奶奶的！有能耐放开我，真刀真枪斗一斗，玩埋汰算怎么回事？就你们几个还不配让我出手？
回去跟你那狗屁炮哥说，无论他是龙是虎，都给我盘着过着。记住我的名字，秦江，猛龙过江的江，以后见我10里开外绕着道走，滚吧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们炮哥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还会回来的，兄弟们，快撤！江哥，你这左下角真快啊！我的津贴已经到手了。那必须，左下角年终福利不搞虚的。那我给我女朋友也换个3折叠。我再给加8000台库存，记得要从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进最新服才行。再用上我的加速码，搭配手通的孙悟空，津贴手机轻轻松松。我这就去试试。秦江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就说怎么到处找不着你。爸，你来了？哦，没事，就是有几个朋友过来了，我招呼招呼。好，忙完了快去秦家老宅吃饭，给你爷爷拜个早年。回家过年的都知道，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看似热闹，实则只是相互内耗的虚假繁荣。更别说这主角是个混混。爷爷，过年好！爸，过年好！好。此时，秦家老宅内乌乌泱泱站着几十号人，全是秦家亲戚，十分热闹。自打秦江开豪车回乡后，这些亲戚背后说什么的都有。可今天秦江在场，他们似乎都有所收敛。四哥，就等你来了，没你牌玩的都没意思。老四，这有个好儿子就是不一样，年纪轻轻就能在松江开公司，比我家那不成器的强太多，羡慕啊！见秦江在场，不少亲戚对着秦父秦母恭维说着漂亮话，但此时秦江的金三伯却忍不住酸了起来。这有些孩子做父母的也不知道管管，在外面不学好，回家过个年也挺装。这钱是好到来的吗？买这么多东西，三哥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儿子咋不学好？他在外面做的也是正经生意。正经生意？他能做什么正经生意？谁家正经生意能在短短1年挣这么多钱？能回来开那么好的车？他那钱能是好到来的？你说谁能信？你个老壁灯，说谁呢？伯父，过年好！此时还未等秦江发飙，只见门口进来一个穿着不伦不类的青年。哟，小陆来了，快进来。你们应该认识小陆，咱们乡镇云路超市就是他家的小青的对象。没错，小陆前来是他故意让的。小陆是他看好的女婿，家里面在乡镇开大超市，家产绝对100万级，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只要嫁过去，女儿享福不说，他也能跟着沾光。爸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我们秦家人聚会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来拜年的。你凭啥来拜年？出去！我说我这亲三伯什么时候说话这么硬气了？原来是找了个金龟婿啊！我倒要打听打听，这乡镇开超市的究竟能有多大背景？咦，江哥，你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3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1500多，春节也能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小青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是你男朋友，你让他出去。我单身，哪有男朋友？在你去松江的时候，我已跟他爸妈商量好定日子时间，你俩就差结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我说的，谁来也不好使。爸，你……此时秦江也大致听清了什么情况，他正愁找不到理由发飙。平日里他念及三伯是他长辈不好说什么，可今天当着他父母面阴阳怪气，他是真的忍不了。哼，谁来也不好使，这话说的倒挺牛逼，可怜花乡就不允许有这样牛逼的人出现。我说的。秦江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女儿的婚事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？自古以来父母之命。哼，自古以来还长弟如父呢。你什么你？你再敢指着我，信不信我把礼品盒扣你脸上？秦江，我可是你三大爷。那咋了？此时秦江丝毫不给面子，把三伯气得面色涨红，身躯颤抖，目光下意识看向其余长辈，但没人找出来说话。以前秦江没钱没地位，尚且都不愿得罪，何况现在有钱有势的秦江。最主要他们十分清楚，秦江犯起混来不会在乎长辈不长辈。江哥，你消消气，以后咱们都一家人。我家就是东头开超市的，以后江哥有什么缺的，直接说一声就行。一家人，你也配？我不管谁答应你什么，从今日起你跟我堂姐秦青没任何瓜葛，懂吗？喂，为啥？因为我看你不顺眼，够吗？秦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不信了，我就要把女儿嫁给小陆，有能耐你把我弄死，把你三大爷我弄死，行不行？你说嫁就嫁，你问问他敢娶吗？我江哥，我一会就让人去趟云路超市。不娶，我不娶了，我这就回去跟我爹说清楚。叔，那个之前全都是误会，给你送的礼就当孝敬，你女儿我真娶不起，告辞。随即在对秦江点头哈腰2下后，匆匆忙忙就往外走，很怕再耽搁下去就让秦江记恨，从而给他家超市干没了。见此，三伯气得都快吐血，丢脸，彻彻底底丢脸。你们继续吧，今天这聚餐我是一点也待不下去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现在不只管我女儿婚姻大事，你连我都要管吗？我这就走，有能耐你打我，打你秦大爷，让外人看看你秦江到底有多能耐。哼，走可以，但你现在走以后就别回来，这里从此也不属于你，爷爷财产、土地、房子也跟你无关。
你什么意思？就字面意思，在爷爷面前大呼小叫，我看你也没赡养态度。既然如此，我把爷爷接过去抚养，那爷爷房子、土地、金钱也自然归我。你说很合理吧？此时，秦江似笑非笑看着三伯秦卫，这让秦卫面色不断发生变化，愤怒、害怕、彷徨。别人说这话他可能还不怕，但秦江敢说他可能真敢干。这次空气凝固了几分钟，也没见三伯往前迈半步。今天这件事后，估计再也没有亲戚敢在秦父秦母面前阴阳怪气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为江哥庆生群的群聊却热闹了起来。明天大年30，江哥生日，有谁要去给江哥庆生？我加我一个。很快便有无数黑龙核心成员响应了起来，因为对于他们而言，原本以为进了职高前途也就那样了，是江哥给了他们希望，让他们有了工作，还可以开公司的车回家过年。他们不再遭受同村人的冷嘲热讽，不再是别人口中的边角料，所以这个生日他们必须要去。所有回复收到的黑龙核心兄弟，明天上午10点莲花乡集合。所有兄弟着正装。重复，所有兄弟着黑龙公司正装。过生日的都知道，生日当天会有心爱的人给你下面吃，但一个大家眼中的混混过生日，却成了大型剿匪现场。此时，一大批车辆冲入了莲花乡镇。今天是大年30，秦江生日，但也是县里炮哥复仇的日子。秦家院内众人面色肃然。大约半个小时前，秦江接到赵所通知，说县里炮哥已率人前往莲花乡，他们的人正去往炮哥老巢搜查，只要搜到关联证据，就能对炮哥等一网打尽。同时，为防止意外，赵所也已带人正往秦家方向支援。江哥，天赐他们就在旁边院落，只要出现情况，随时能跳墙进来。很好，今天便是我秦江在这莲花乡立威之日，众兄弟们随我冲！正当秦江几人冲出时，却发现外面聚集而来的20-30人并不是县城炮哥，而是秦卫等秦家人。他们手里都拎着各种礼盒，满脸笑容。大侄子生日快乐！大侄子生日快乐！秦江生日快乐！秦江发生什么事了？老三弟妹，我们来给大侄子过生日了。我侄子过生日不大办一下也得聚吧。秦父秦母见此有点呆住，秦江也有点发愣，谁也没想到昨日里跟自己闹掰的亲三伯，今天却变了个脸似的。谁他娘的叫秦江？此时，只见秦家亲戚后方冒出来30多号打扮流里流气的人，个个手持家伙，凶神恶煞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这明显是来找秦江寻仇的。当即，秦家亲戚纷纷四散往前跑，个个生怕连累到自己。炮哥，他就是秦江，就是他把屎瘸子弄进去，也是他完全不给炮哥面子，甚至昨天咱们几个兄弟都折损进去，还玩埋汰。李达看向秦江，目光微缩，不得不承认对方身上有股莫名威势，但自己不才是混混。兄弟们别慌，我再摇一点人过来。咦，江哥，你要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3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1500多，春节也能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你就是秦江？好，你他妈谁呀？也敢如此跟我江哥说话？这就是你的小弟，怎么如此不懂规矩？你他妈谁啊？狂妄，好的很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他妈到底是谁。话落，炮哥后方小弟纷纷举起家伙，目光森冷，一场大战似乎随时就要爆发。此时，赵所也已带人赶了过来，但为搜集证据，他们刚刚一直猫在附近，直到看见刚才场景时，赵所有些坐不住了。秦江他要不要这么狂？这个情况不周全也就罢了，竟然直接选择硬刚。兄弟们，准备！抄家伙，保护江哥。就在众人纷纷蓄势待发之时，只见一朵无比绚丽烟花在天空炸开，烟花散尽之时，竟又出现一条霸气无比的巨龙，当即就把所有人目光全吸引了过去。我操，好绚丽的烟花，好大的龙，谁家放的？这得花多少钱？我勒个老天鹅，烟花扎龙，我只在电视里看过，果然现实中看更有感觉，帅呆了。此时，秦江面色古怪，内心暗自思索，他看到这个烟花有一股莫名的熟悉，刹那就隐约猜到了什么。秦江是吧？今天老子……好，来，有完没有？什么情况？这些烟花咋看着越来越近？好似烟花在移动。报告赵所，108国道正有大型车队驶入莲花乡地界，车队规模很大，有几十台，并且里面有一辆大型皮卡正在燃放烟花，是否将其拦下？请求指示。原地等待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此时，全村人都被烟花声吸引，纷纷来到屋外。谁过生日啊？咱们莲花乡有这么大人物吗？祝江哥生日快乐！江哥是谁？谁叫江哥？所有车队绕村一圈，给江哥助威。是，收到。乖，谁想出来的？真能整活。可是他们来莲花乡做什么？到底给谁庆生？应该是给秦江。这江哥生日快乐，江哥秦江，该不会炮哥不好，车队向咱们驶来了。黑龙朱正，
黑龙王涛，黑龙孙远，黑龙赵山河，黑龙冯林。玄弟兄弟，祝江哥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祝江哥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江哥是谁？谁叫江哥？所有车队绕村一圈，给江哥助威。是，收到。卧槽，我不会眼花了吧？这么多人前来是给秦江庆生？这么多人竟对秦江如此恭敬，那秦江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存在？此时后方不断传出惊呼声，虽然他们知晓秦江在松江应该混得还行，可没想到会是此等牛逼的存在。周所，秦江到底在松江做什么的？他做的生意真是正经生意吗？不对劲，10分有11分不对劲。来的这帮人看起来不像正常员工，谁家员工个个正准备拔黑伞了？周所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此等场景他也是第一次见。此刻正处于风暴中心的炮哥等自然也无法淡定，甚至就属他们最震撼，毕竟他们就是来寻秦江晦气的。结果现在一大群明显地位不凡且很有气势的人前来给秦江庆生，这让他们有点进退两难。炮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闭嘴！你就是秦江江哥吧？那个久仰大名啊！我今日就是听说江哥你过生日，对，就是过生日，特前来祝贺的。哦，给我庆生，拿着兵器给我庆生。那个，此时炮哥显然被原地尬住了。秦江也本以为这什么炮哥能是块硬骨头，却没想到劲怂得这么快。喂，沈天赐，告诉赵所长，我想吃鱼了。咦，江哥，你又换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2还卖了268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找爱回收准没错。各部门准备，按照计划实施抓捕，封锁出路，务必不能放跑任何一人。事后我亲自给大家会庆功。上课，保护江哥。我就是过来装个杯，至于叫这么多人吗？江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李达，你欺压百姓，聚敛钱财，如今以证据确凿，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而已。把这些人全铐起来，押送到车上。今日多谢秦总帮忙，要不然不能如此顺利。接下来事情交给我们就行。劳烦了。生日快乐。此刻，秦江并未在意离去的周所，在他看来，抓的炮哥完全是小插曲。这样的人放在松江，也就华盛小弟的小弟，若非地域特殊，在他老家，不然就算跟他面对面都没有说话资格。爸妈，这些都是我在松江的好兄弟。叔叔阿姨，过年好。此时秦父秦母还未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一时呆愣在原地，慌了神。那个，既然都是秦江在松江的兄弟，欢迎，我这就去准备饭菜，大伙快进屋。爸妈，不用准备了，一会儿我们去天喜酒楼摆几桌宴席，为兄弟们接风。四九，你带几人去找天喜酒楼老板，让他立马准备开宴，菜上最好的，敢用垃圾货，让他酒楼开不下去。是，江哥。天喜酒楼给兄弟们接风，出发。时光如梭，白驹过隙。数月前，我曾在庆功宴上立下誓言，势必要带领兄弟们登临巅峰。如今，你方唱罢我登台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我秦江这一世绝不甘于人下，黑龙要一步一步爬到最高，直至登临华夏之巅。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；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一生兄弟，一世情，兄弟们干！众兄弟们很开心，你们能不远千里聚集前来给我过生日，我感动颇深。明天大年初一，你们就留在莲花乡，随我一起过年。好耶，好耶！兄弟们，事出紧急，我长话短说。前几日华盛打来电话，说想继续与我合作之前给他们提出的洗钱计划。今天账目上已有大笔流水，证据确凿。事出突然，我已联系好治安方面，现在随我返回松江，一举拿下华盛集团，报仇雪恨。秦江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们神色凝重，但你妈和我从没想过一定要让你大富大贵。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爸妈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，我会小心的。爸妈，保重好身体。都说江湖水深大佬难撼，可我秦江偏要试试。此时，一大批车队正在返回松江。今天正是黑龙集团与华盛决战的日子。
全面封锁白金汉，禁止任何人员出入。是，收到。副总，不好了！白金汉楼前出现大规模车队，秦江带人把大楼给堵了。让你的人给我顶住，死也要给我顶住。是，华哥。所有安保人员大厅集合，封锁住前门。我勒个老天鹅！这么多车队，这是要把白金汉给拆了的节奏啊！穿正装备拔黑伞，这一看就是黑龙的人。听说前段时间白金汉把秦江逼得跳窗逃生，看来今天是要清算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前方到达白金汉，配合黑龙公司执行本次特殊任务，所有人员必要时可实弹射击。强调，这不是演习，这不是演习。特战队，白金汉总部大楼需要支援。特战队收到。秦总，我们人马已经到齐。秦总，你又换新车了？你那旧宝马呢？旧的我换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没想到比线下店多卖了20%，这么多？是啊，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，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调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对了，买车也能上瓜子，现在特斯拉9万9到手。总之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。外面交给我，你只要留下7个人以及我要的装备，配合我的人即可。至于里面，我的人也会配合你，速战速决。你们7个留下来听从秦总吩咐，其余人跟我上。华哥，他们有枪，现在怎么办？妈的，我真小看了这秦江，本以为和他约定的洗钱日期之前都是安全的，没想到他进来的这般快。我现在就联系我老舅，让他派直升机过来接我们，只要送我们到安东机场，润到漂亮国，以后你我定是荣华富贵。告诉所有安保人员，凡是能坚持1分钟奖励1000，2分钟2000，以此类推，没有上限。此时，白金汉大厅不少安保人员眼珠子亮起。虽然黑龙对他们有很大威慑力，可钱同样有吸引力，1分钟1000块堪比1个月工资，谁能不心动？因此，大量安保人员竟自发冲上去顶住门。白队，现在怎么办？这大门根本冲不开。上报破阻。不是，秦江这么猛吗？都上家伙事了，所以夜幕降临可是不是太猖狂、太霸道了？社会大佬可怕，无法无天的社会大佬更可怕。兄弟们，杀入白金汉，为江哥报仇雪恨！真不该，真不该。后续大楼各个电梯极安全，不与华省兄弟局可自行判断海景射击。所有人员双手抱头，再敢上前一步，原地击毙。有枪。很快，在特种队员的协同作战下，白金汉大楼很快被控制。所有黑龙成员纷纷四处搜索周华、周胜2人身影。报告江哥，白金汉大楼已被控制，但仍然没有找到华胜2兄弟。江哥，你看，楼顶有架直升机落下来了。白马，楼顶有情况，快带你的人冲上去。开火！卧槽，楼顶有枪声，看来是华盛集团调来的直升机，这真不会给他们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就没有直升机能顶得住机枪扫射，一会儿它就得爆炸。真的吗，兄弟？你确定你不是游戏打多了？现实情况，子弹打直升机就是在给直升机挠痒痒而已。此时，楼顶不断的步枪射击的轰鸣声，只见直升机在步枪的扫射下盘旋了几圈，开始升了起来。顿时，众人皆是慌了一下，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，竟还能出岔子。前方直升机听着，这里是北3省特战队军机，现按要求执行抓捕任务，请你立刻配合投入。如果有开火射击，请你立刻配合投入，否则将开火射击。华胜，你的江湖已经落幕，我的江湖刚刚开始。那个，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嘿嘿。